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废话连篇，我是肥姐，我是惠子。8月的最后一期节目啊，8月马上就要过去，9月即将开始，我们也得赶在这个月底啊，把给大家拖了2个月没进行的生活分享，我们赶紧补上来。策划这一期的时候，我们2个人就在整理复盘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生活嘛。我们发现最近一段时间有非常多的体验啊，都属于一类，就是那种我们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期待，甚至有一些一开始都是拒绝的。但是我们被各种原因带着进去体验了一把之后，发现竟然非常的哇塞，对啊，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那边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就是不试不知道，一试吓一跳。所以我们就感觉可能生活里边有很多类似的这种新鲜事物，咱们如果要是单凭自己经验或者说想象是比较局限的，有的时候可能真的需要咱们亲自去试一试，保不齐就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一段时间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首先第一件让我们2个人觉得非常新鲜的事儿，我们在前2期节目我们那个内蒙游记的时候跟大家提了一嘴，说我们当时去内蒙参加了一次内蒙当地的婚礼，当时没有跟大家细说，就特地要留到现在跟大家说一说。哎呦朋友们，当时让我们去参加这个内蒙婚礼，我们2个人一开始也觉得说婚礼不就是婚礼吗？婚礼咱们参加太多了呀。我们2个人平时参加的可能比较多的江浙一带的婚礼，或者说像我小的时候大连的婚礼。对，我觉得对婚礼已经不想参加了，每次都觉得很无聊。但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个婚礼啊是非常具有地域特色的一件事情。我们也见识到了非常多很有当地文化特色的东西。我觉得咱们评论区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所在的那个地区有什么风俗习惯是让这个婚礼变得极为有特色的。这次我们在内蒙参加这个婚礼啊，我觉得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见识到了他们当地特有的一种叫做带冬的制度。我们当时去那个地方参加婚礼嘛，然后我们就看到现场有好多男的上了点岁数，叔叔伯伯这种年纪的，都穿着统一的服装，是那种紫色 polo 衫，然后胸口都别着一朵花。然后我一开始见到第一个的时候还以为是新郎的父亲呢，或者还是谁啊，我想说因为一般父母可能也会别这种花嘛。后来我仔细看了他那花下面写的字儿，写的带冬2个字，然后我当时还不知道，我还问咱们同桌的内蒙当地的朋友，我说这个带冬是什么意思？他说带冬呢，其实在当地就是指代理东家的缩写。因为这种婚礼现场啊，桌数比较多，来的人也比较多，新郎新娘也很忙，双方父母也很忙，并没有人有精力能够招待好这些来的亲戚朋友，而且来的嘉宾也不知道自己坐哪一桌，大家都需要有人来引领一下子。那这个时候这些带冬就起到了最大的作用。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只有一个，因为我们桌子旁边就有一个叔叔站在那边招待嘛，我想说哦，这个就是带冬，那他就是这个角色，没问题，挺好的。因为其实我们这儿也有，就是我爸在我弟结婚的时候他就是这个角色啊。因为他是属于8面玲珑，而且人认的比较全，一般都是这种人，我想那就有他呗，就这一个人呗。结果那个婚宴马上就要开始之前，突然我们就看到他那个梯形舞台的尾端有6、7个这样穿着一模一样衣服的叔叔站在那儿，是个带冬团队。对，所以他们在现场的主要作用就是说，有了他们承办这场婚宴的东家们，你就不用操心了，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来帮你处理好。他们应该也是跟新郎父母关系非常好的这么一批人，对于所有来的亲戚朋友应该都比较熟悉的。这个其实不是我最惊讶的点，最惊讶的点就是像刚才惠子说的，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时候这一帮带冬叔叔们突然在舞台前方集结并且站在新郎的前面。大家都知道婚礼马上就要开始，这个时候应该是司仪上场 Q 一下新郎，转身看大门打开，新娘走进来，正常都是这个流程嘛。哎，内蒙婚礼不是司仪上场，不对，司仪都没上场，直接话外音，先 Q 上了带冬团队，然后这一帮叔叔穿着整齐的服装，呱，在新郎之前先上了婚礼舞台，上去还有那种模特的那种音效的，哦，特别燃。我跟你讲，我当时都燃起来了，我说哇，太酷了！我想说，让我感觉到内蒙他们当地啊，就是说谁出力最多，谁先受表彰，就是大家先上台哦。关键是上台之后，我们才发现他们这个小团队，你别看是个小团队，就6、7个人，不是有级别的，其中最大的叫带冬领导。站在最中间，然后是其他的是各个分管不同项目的小带冬，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title， 每个人都要介绍，然后这个带冬领导要代表新郎父母，代表东家，先向所有的来宾发言。我那个发言真的是太领导范儿了，就是那种非常到位，然后字正腔圆，气宇轩昂啊，抑扬顿挫各种，我觉得比后来那个司仪都好。然后他们这一番完事儿之后，他们再下来，
我发现他们真的很厉害。因为咱们后来晚上的时候还遇到了一个带东，帮我们主持这个新郎宴请最好的这一波朋友，在内蒙当地吃饭。那个带东我发现多才多艺，能歌善舞，有人表演节目就表演，没有人表演节目就他表演。对，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地方是他能带动气氛。对，就他比中午那个司仪还厉害，但他其实是当时中午6个带东的其中一个，你发现了吗？对对对，你记住他了吗？我记住他了，那肯定记住他了呀。我觉得这件事儿真的让我有一个感触啊，像你说的，在你们家也有这个角色，你爸就做过这种角色，在我们家其实也有。我们俩当时在大连办婚礼的时候，我爸叫了我们家他认为非常靠谱的人，负责他认识的亲戚。我妈也找了他家这边认识他这帮朋友的人，比较靠谱的，做引领啊，做安排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些人都值得拥有姓名啊，都值得上台跟大家致谢呀。我真的觉得这个带东制度啊，真的可以全国推广，因为你这些人确实为孩子和这一家人的这个婚礼付出了很多，值得上台让大家知道这些人在付出，甚至感觉比新郎新娘更应该上去，对吧？他们排的第一个上去，我当时就是立刻拍视频，我说我可太惊讶了，我说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婚礼，第一个上台的不是新郎新娘。我那个新娘子朋友他特别搞笑，他跟我说，他说其实本来他非常反感这件事情，因为他也不懂，他不是内蒙人。他说哎呦，你们这是什么制度呀，好奇怪呀，能不能不要弄？但最后可能这个制度太根深蒂固了，男方就坚持做了。然后我当时结束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东西太好了，幸亏当时没有听你的，要是听你的话，那我们都体验不到这个了。然后他也非常遗憾，他说哇塞，听你说这么好玩，我当时就是在外面门外站着，我看不到呀，我就单听到里面在欢呼，我都不知道咋回事儿。而且我发现内蒙的男生啊，就是年轻一点的男孩子，好像从小就已经做好了将来要做一个带东的准备。我们这次去不是咱们那个新郎是咱们的朋友，然后在当地也想要招待我们，但是因为他回去要筹备婚礼，所以他也没时间。他身边就有朋友非常积极要招待我们，就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在这吃饭都没打招呼，直接出现在现场，突然之间出现在现场说新郎比较忙啊，这2天由我来招待你。就是那种野生带兜。他过来之后就很热情的跟我们握手，说哎呦，听新郎说你们过来了，我就赶紧来了。我当时心想啊，是我们的听众吗？为什么他这么热情？后来才知道根本不认识。对，他就是好像是那种血液里流淌着带东的血液，所以他就是说我即便现在此时此刻不是那个带东的年纪，没有办法在婚礼上帮你做这些事儿，但是婚礼延伸出来这些其他的招待项目，我得帮你弄好，我这个朋友得帮你弄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就是内蒙当地的这些朋友啊，大家之间那个友谊非常非常的深，哇，这种感觉真的挺好的。而且我们这一次参加的这场婚礼还准备了非常多内蒙当地的文娱表演。我特别想问一下内蒙古的朋友哈，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外地和内蒙古结婚，所以就是内蒙古当地的男方就是觉得我得表演一些文化的东西给你们外来人看一看，震撼你们一下，对，才有的，还是说本来就有？因为这次我们是经历到了这个马头琴表演，然后猛虎走秀，另外还有烤全羊这种的，反正我们看了之后觉得特别有意思。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他们当地的婚礼司仪都会配套准备一些表演的节目，但是这些节目呢，大部分可能都是一些通俗歌曲的演唱啊什么之类的。春暖的花开啊，对呀，就是唱一些这种爱情歌曲。但这次内蒙的这个真的太有特色了。首先，我们这个朋友他们的婚礼迎宾马头琴队迎宾，你一进去就马头琴在那拉。不是，当时我们电梯一上去，就是你的头刚刚冒出来，你看到的就是4个马头琴在表演啊。对，然后到了我们大家吃到一定程度之后，最让我震撼的就是这个猛虎走秀。新郎的妈妈是一个资深的旗袍爱好者，她有一个小团体，就是这帮都是一些老阿姨，大家喜欢旗袍，有一个类似于旗袍社团。然后这些人呢，他们对于服装这方面可能比较有经验，所以这些阿姨就说，你儿子结婚，我们得贡献一个节目，就是蒙古传统服饰的一个走秀环节。本来一开始我们知道这个节目，没有想到这个节目这么震撼，但是现场看来之后，我的天哪，朋友们，你们想象一下啊，都是一些5、60岁朝上的阿姨们，穿着那种蒙古的传统服饰，那个服饰是那种非常非常夸张、非常非常耀眼、很高贵的材质做的，而且他们的帽子是那种高耸入云的那种帽子。对，我感觉这个应该是蒙古的贵族穿的那种衣服。反正他们就是穿上那个衣服之后，在现场再配合上那个蒙古风格的那种呼麦和乐曲，好像那就这种，然后那个感觉就感觉我的天哪，你感觉大草原来了，你感觉大草原现在马上就要掉在你这个宴会厅里了。然后我当时就忍不住，我就站起来，我就欢呼，我特别开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开心。那些阿姨她们个子也比较高，很高大，而且有10几个阿姨。
然后完全是那种秀场走秀，他们都不笑，就是那个脸特别冷峻，而且他们的动作全部都是非常统一的。你知道这些阿姨本来码子就大，再穿上这个外形又扩张了这种衣服，我就感觉他们好像是巨人，比我大好几号。当时我就跟惠子说，我说我现在看到这些阿姨在这走，我实在是受不了，我就想给他们当奴隶。当时我就觉得你马上就要跪下了、真的。后来这些阿姨表演完之后去到场外，我就冲出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冲出去了，全场人都还在吃那个婚宴呢，我已经不行了，忍不住我冲出去了。我跟阿姨我说，阿姨们我要跟你们合影，然后我就躺在阿姨他们脚下，我就合影，我特别开心，真的太震撼了。朋友们，就是我们看的这个为什么震撼，就是恰恰是因为是这个年纪的阿姨们穿上这个蒙族服饰走秀。我们那天晚上还同样看了一批年轻的女生穿这种蒙服也是走秀，我觉得气场就差很多。我感觉内蒙这种传统服饰得上了点岁数你才能驾驭得起来，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的服饰，都是那种上了点岁数你才觉得哎呦有那个内蒙古那种草原的那种感觉。对，因为我觉得那些阿姨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这个错觉，她们的眼睛就是那种蒙古的眼睛，就是窄窄长长的，脸肉嘟嘟的，脸圆圆的，完了她上年纪之后吧，皮肤相对有点粗糙，然后配合着那个华丽的衣服，就更显得她们像是刚刚策马奔腾过来的那种感觉。哎，真是。而且我发现就是内蒙这个传统服饰真的是能把人塑造成那种草原质感，因为他们下场之后换成了普通的便装之后，就是我那个想做奴隶的心已经没有了，就在看到他们之后并不想做奴隶了，就我觉得是这套衣服带来的这个整体的气场。所以你看这种民族服饰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跟你讲，在现场你就沐浴在那个氛围里边，你就非常想哭。我就感觉就是内蒙古这个文化，这种草原土地文化和他们这种音乐配合起来，就让你有一种切实的我真的是爱这片土地的那个感觉。所以我在现场看到那个场面，我真的是特别特别感动。文化确实是会让你把地域和人民都联系到一起。所以那几天在内蒙跑步，我一直听的都是安达组合的歌，跑步哇，我听的我都不行了，我就非常有动力。然后要么就是有的时候听的感动啊，不行啊，感动都啜泣。另外我觉得这个婚礼啊还给我带来的就是我可以吃到内蒙古非常非常正宗的烤全羊。因为如果只是去旅游2个人去的话，你不可能吃到什么烤全羊，对吧？对，你只能说人家烤好的全羊里面给你挖一点出来吃。但是我们这次因为是婚礼，然后烤全羊应该也是内蒙古在这种非常重大的事件的时候一定会上的一道，我感觉是有一点尊贵的菜。他们这就是招待贵宾才会使用这道菜。我们贵宾啊，我们这个中午吃了一只羊，晚上又吃了一只羊，我们就是太贵了，太贵了。你毕竟随这么多钱呢。然后这2次吃啊，它是不同的礼仪。就中午的时候，它重要在给你上菜的这个人牛，穿着旗袍的小姐姐，然后走着那个模特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那种国宴上菜标准。对，小姐姐还戴着那个白色手套，就是那种爱马仕给你拿包那种手套，然后哇给你上。我记得那个小姐姐的耳环是那种红色流苏的，特别精致。然后晚上的那个烤全羊就更夸张了，晚上那个烤全羊把我惊了，晚上的烤全羊竟然有一个剪彩仪式。我从来没有吃过一道菜竟然还有剪彩仪式。突然之间推上了一个3轮车小推车那种东西，上面坐着一只羊、已经烤好了。不是，这只羊活生生的是一个坐姿被烤熟的。对，它不是我想象中那种它被4个角被这样子叉开形成一个叉字形这样平着上来的，它就是一个坐着然后头是扬着的。对，然后拉上来之后说全羊宴现在开始，我们现在请剪彩人谁，然后还是个那个蒙语和汉语双语的一个主持人。对，然后让我们这个新娘的父亲上去剪彩。他这个剪彩仪式就是你要用这个蒙古刀在那个羊背上画上10字，然后并且用酒点一下子，反正就是非常有仪式感。那个酒关键还要被迫喝一口，它是装在一个像牛角一样的东西里面。我感觉我那个叔叔应该是非常害怕的，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喝了。然后我当时对那个烤全羊真的是非常感兴趣，大家所有人都在底下看，都没有人敢上去，只有我一个人跑到舞台上面跟那个烤全羊合影。我记得后来咱们那个朋友新郎还吐槽说，这次婚礼杰哥都跟烤全羊合影了，也没来找我合影。都怪你上去合完影之后大家就开始排队了。我都想说啊，到底什么时候能轮到我吃呀？但我觉得这2次的这个烤全羊，中午宴会城的那个烤全羊味道是要比晚上那个好很多的。我感觉晚上的重点是在于那个开羊仪式，对，但是白天那个确实是在于这只羊的好吃。因为白天的那个做法啊，它是在整个羊外面铺了一层芝麻，我记得，然后它烤出来你一吃就会有那种芝麻的坚果的味道，以及羊皮的油味，以及羊肌肉的那种香味，它的层次感很丰富，很
很香，很好吃。晚上这只羊，我觉得主要就是被这个剪彩仪式拖的时间拖太久了，对所以这个肉已经过了那个最佳赏味期了。对，它那个皮都已经不脆了，很硬。对，那个皮，反正我是嚼半天都嚼不断的。但是中午那个烤全羊，咱们当时到了之后，他们已经开始切了，他没有给你展示这个过程。我记得当时我还拍视频，跑到那个烤全羊特别近，然后他们正在那儿切，就是他切一刀下去，那个油能溅到我脸上。你想象一下，当时我就说这羊绝对好吃。所以全羊是不是意思它没有特别多的切口嘛，所以它就可以用羊皮包住这个羊，它的油脂应该就会被浓缩在里头。然后这场婚礼最后收尾是新郎又请我们身边大家比较好的、比较亲近的一些朋友，到了一个他们当地的一个风情园，又去吃了一顿。这一顿里也有一个亮点，就是我们大家都在那儿吃，酒足饭饱，本来以为就是一个类似于像回请或者说答谢宴这么一个场面。吃着吃着，那个戴东就说：“哦，请大家移步到篝火区。”我说：“还有篝火区？”而且还是个吉时，9:08。哦，对，然后我们就去了，乌泱泱的人去了，在一个大广场的中间立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那种木材堆起来的。然后说要点这个篝火，并且大家会在这里开一个大 party。我后来看到网友有给我私信说，你有没有见识当地的篝火点火拍卖这个环节？我才知道，原来如果咱们那个朋友他不把这个东西买下来，现场谁来点火是在现场叫价拍卖的，谁出价高谁就可以来点这个火，可能点这个火就可以享有一些幸运或者享有一些荣光啊。但是当时我们这个朋友因为他买下了，所以整个这个风情园所有的人都沾着光了，都可以来这篝火前面嗨。除了我们这局之外，其他所有吃饭的人全都出来跟着凑热闹。当时我觉得是超级有面子，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晚了，因为当时那个戴东就是太热情，一直在上面唱歌，所以我们就晚了。晚了之后走过去的时候，发现已经乌泱泱一群人围着那个篝火了。对，这个时候主持人就在喊说，请某某厅的东家过来点火。然后这个时候人群就自然分散出一条道，我们就往前走，因为我们是属于东家请来的客人，更尊贵。我们带着那个蓝色的像哈达一样的东西，我们有标志的。我们当时觉得说，看我们是点火人。对，我们就特别爽，就往前走。因为我是那种特别爱凑热闹的人，以前我只能就是很不好意思的钻进去，但这次我就是昂首挺胸的跟在我那个朋友后面，说我们来点火了。对，而且我们站在最前面，对，我们还鼓动大家说来一起嗨，一起嗨。哇，那个氛围真的太好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推荐大家说，你身边如果真的有内蒙朋友，咱随点就随点，真的去参加一次这种内蒙婚礼。我们参加这个还不是蒙族婚礼，据说要是蒙族婚礼有可能在草原办，有可能更嗨。我想如果在草原听马头琴，看蒙服走秀，哇，然后围着篝火跳舞，那个感觉。因为当时篝火一点起来，先是有这个工作人员开始跳舞唱歌，然后接着就是戴东，又是那个戴东他说大家跑起来呀，然后就带着我们拉成一个圈，就一直围着这个篝火在跑步。当时后来我都跑到觉得不行了，然后你当时还说，哎呀，今天的有氧够了，妥妥一节团课呀。真的非常非常嗨。而且你想那个时候大家已经酒过三巡，其实已经很嗨了，这个氛围在一点一轰起来，哇，那个场面真的认识的不认识的全都抱在一起。我跟你说当时我已经失控了，就我边上有一个大概40岁左右的大哥，我就很热情的牵起了他的手我说快我们两个牵起来然后他就很尴尬。我当时就在想这个人为什么很尴尬。后来过了一会儿，我看到新郎和他的同事们在那儿起哄，叫他和他老婆过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是新郎的大领导而且他还带着他老婆一起过来后来婚礼结束之后，新郎就被开除了。新郎说，大老板说，就是那年你有一个朋友非要牵我的手回去，我老婆跟我吵了3天3夜，所以从今天起你就不要来上班了。我们牵完手之后，过了大概10分钟，我就看到他和他老婆在边上那凳子上坐着他老婆说，你再也不许下场了，不许去跳舞了，听到了吗？虽然内蒙这场婚礼让我们觉得这么奇妙，对不对？但我觉得它也算不上是我们这2个月以来遇到的最奇妙的事情啊！我们遇到的最奇妙的事情，当属惠子去参加了一个暖房 party。我跟你们讲，这个暖房 party 真的是我参加过的最牛的一个暖房 party 了。你稍等，我觉得不要把它归为最牛的暖房 party， 我觉得它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最牛的 party， 放在各个类别里边都太牛了。首先啊，这个 party 的主办方是4个女孩，她们合租在一起，然后搬到了一个新房子。但是这4个人我一个都不认识。那谁邀请你去的？
是我的朋友认识这4个人当中的2个，然后这2个人邀请他去。然后我跟我这个朋友呢关系比较好，但是我们2个人最近都太忙了，一直约不到一起。然后他就说，哎呀，有一天晚上我把时间给了这个暖房 party， 那要不你也一起去吧，这样我们俩不就约上了吗？我的天哪，你这感觉好像像那种要见一个什么大佬，哎，说这刚好这个大佬在这个局，然后你可以凑一下这个局，然后去见一下这个大佬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想说，哎呀，那就去吧，毕竟我是一个艺人，我不是很怕这种东西，然后又可以认识新人，我想说去就去吧。接着呢，过了几天，他就给我啪发过来一个电子请柬，是一个海报，这么正规？对，上面是那4个女孩照片，然后下面有地址，然后时间。我想说，哇，这个 party 我是不是去着了呀？就从他这个海报来看，说明这个规格很高呀。我第一次见暖房 party 还有海报的，我还第一次见这个暖房 party 还有群的，就当天下午，我的朋友啪一下把我拉进了一个群。我还想说这什么群有50个人，后来一看标题什么什么暖房趴，我想说啊，暖房趴有50个人，有50个人？对呀，我想说这是个什么房子呀？我记得那个海报上写的那个小区我还认识，在我们家离得很近，它就是平层。我想说50个人，大平层也不是很大，就是一个普通100多平的3、4房。然后你们这50个人是都要去暖房的？我跟你讲，现场我看是不止50个人，而且到了第2天，这个群变成了57个人。所以当天去了有57个人。对，那天晚上因为我不是很熟，然后我那个朋友呢又是一个 I 人，他说我们就晚点去，所以我们10点才到。他们家是在29层，我们摁电梯上去的时候，大概到10几层，你就已经听到那个嗡隆嗡隆的声音了。我天哪！然后到了门口之后，敲门敲了5分钟都没有人给我们开门。后来是在群里面艾特房主，他看到了才出来，因为实在是人太多太吵了，根本听不到门铃的声音。我以为是人太多了，已经挤在那个门已经打不开了，是窜了半天才窜出一个位置。我跟你说，门确实打不开，打开之后全是鞋子。然后进去之后吧，聚满了人，连厨房的那个走廊都站满了人。我天哪！当时我那个朋友是个 I 人，然后他就拉着我说，我潮人恐惧症都犯了，因为那什么恐惧症？潮人恐惧症。现场有很多潮人是吗？因为那4个女孩都是很年轻的，而且她们好像很多都是初中高中就去国外了所以当时就来了很多那种时尚领域潮流领域的年轻人。那些年轻人都是那种你看就是像是那种巨富长公路商店门口那些人一下子就搬到了这个房间里我天哪！然后也是拿着酒拿那种大的披萨在那吃。我当时就跟他说走，我们假借参观的名义，然后进到房间里面，这样我们俩可以聊点我们的事儿。本来我们就想见面嘛，我们就进到了其中一个女孩的房间，那个女孩还特意进来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专门为 I 人准备的房间，不用担心弄脏我的被子什么的，就我们都去设计好了，你们就在这里玩就行了。我们俩就特别开心，就在那儿谈天嘛。结果谈着谈着吧，就莫名其妙，一会儿进来2个人，一会儿进来2个人，都是 I 人可能。他们说他们都是 I 人，我觉得他们是骗子，就是明明就很 E， 我们俩就挤在那个床角稀稀嗦嗦讲，但是那些人就聊在了一起，什么我在 COS 工作，什么你是给昂跑什么做过广告片什么的，就聊起来了。当时我就跟你说，我说我们是面对面坐着，一排坐在飘窗上，一排坐在床上。你说对你来说这种 party 的感觉就像是在坐地铁，就是身边全是不认识的人，你一点都不想说话，对吧？对，而且我们还被挤在了最里面，出也出不去，所以就非常尴尬的坐在那儿跟他们尬聊。然后呢，你们就尬聊了一晚上。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跟我朋友说，你看我们在这里跟这些不认识的人聊天也没什么意思，我们还是出去跟房主稍微聊聊天，表示尊重。于是我们就换到了另一个房主的房间，他是一个水晶疗愈师，我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然后他就像宝贝一样拿出了他的一盒水晶，他告诉我说这些水晶都是我净化过的。OK， 就跟咱们那个寺庙里边开过光一样呗。我当时想说什么叫净化，但是为了不显示出我很白痴，我就没问嘛，我就自己在那说哇好漂亮，确实那些水晶特别好看。然后当时他还特意拿出了一个圆形的水晶球，然后颜色是茶色的，他告诉我说这个是他最喜欢的一颗茶晶，然后说这个茶晶是可以吸人的负能量的于是后来半程我都在盘这个水晶球，然后把它在我身上就是滚来滚去，全身都滚了，我想说把我的负能量都吸走。
所以你负能量感觉减少了。吸完之后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打开了然后就感觉巨饿，我想说他们还提供了很多免费的食物，我出去之后就狂吃，然后而且我还挑贵的吃，我想说来一趟不容易，我得多吃点，我就在那儿吃那个猫山王榴莲后来给人家柜子里的那个大山参都吃掉了然后我当时一个人嘛，在那一边吃，然后没有水喝，当时拿了个空杯子放在边上，然后这个时候来了个非洲小哥。你怎么知道人是非洲小哥？因为他是黑人啊。黑人就非洲小哥啊、黑人小哥、意大利也有黑人呢他问我说你要不要这个 wine、然后我就还中英夹，你说你还中英，就是你还中英夹杂、啊？没有，他是全英文、全英文。然后我特别礼貌的跟他说 no thanks 把我唯一会的2个英语都用了因为我的朋友住的比较远，所以那天我们2个走的比较早，第2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到那个57个人的群里面有几百条信息、因为他们喝到后半夜之后大家都嗨了，然后都聚集到一起，在一个音乐人的房间里面自己制作音乐，就是弹电子琴，然后吉他，然后唱歌，然后我朋友还悄悄给我发私信说幸亏我们提早走了，不然这种场面我们肯定是 handle 不住的。我感觉你们这个暖房趴很像是到了一个什么展厅，然后有每一个小的分展厅分馆，你到了这个馆你就可以体验这个东西，然后你到了那个馆就可以体验那个东西，然后你在大厅就可以休息吃喝上厕所，然后你再跑到你想要去的房间去玩你想要玩的东西。对，因为这4个女孩她们好像自己创业，也有做社群或者帮品牌去开这种展会，所以我感觉她们似乎能够把自己的暖房趴办成这个样子，就是体验特别好。我感觉他们这不是租了一个房子在住，他们好像只是租了一个空间在运营。因为我后来听你说那个群里面后来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说大家还可以去他们家里去玩别的。就这个周日晚上他又邀请大家说某某某要在他们房间里面打碟我还想说啊，打碟不是那种夜店的活动吗？ DJ 吗？对 DJ。 我天哪，我感觉他们邻居算是遭了殃了。这个小区比较新，我感觉整体的这个隔音效果是可以的。隔音个屁隔音，你刚才说电梯到10几楼你就嗡嗡响了。那因为电梯井它是空的呀感觉它就是一个巨音喇叭所以我感觉这次我真的特别开心，就像是开到了一个盲盒。因为本来我是挺犹豫的，只是想约我的朋友见面，结果被他拉去了这样一个活动。但是我就感觉跟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很多元化，让我对上海的爱又多了一分。因为原来我们走过巨富场，你只是觉得他们在这生活很洒脱很潇洒很有生命力，但你从来没有进入到他们当中去。但是这次暖房 party 我感觉我虽然还是比较抽离的，但是我真的进入到他们那里，而且他们人都特别义，他们完全就不会觉得我不认识你我就不跟你讲话，他们就会走过来然后跟你哈了几句，我就觉得我好像有点融入了。这就是我最害怕的，就我很怕有一个人不认识我走过来跟我哈了2句这应该就是 I 人和 E 人的区别。对，反正我感觉让我觉得这次活动给我带来了非常多的活力。所以如果朋友们你的朋友叫你去参加一个什么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活动，你还是要去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讲我们会生活在什么信息茧房呀，或者有这种同温层，但是可能中间隔一个人，另一个群体就会是完全不同的群体，你可能加入进去之后会感受到很多不同的那种信息，虽然不一定是你喜欢的，但是你会感觉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是这样生活的。对，朋友像是一个桥，或者说像是一个隧道，你经过了它之后，你到的那个区域可能跟你的那个区域完全不一样，有不一样的风景。所以这次我都有点想说我就不要那个朋友了，我自己去他们家参加这个打碟活动你朋友说你是 A 人呢啊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看了哪些比较好的作品，想推荐给大家吧。这次我们要推荐的呢，有电影也有剧。同样我们要在这儿先提醒一下大家，因为这次可能有一些电影和剧呢都是悬疑向的，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呢尽量不会跟大家剧透，但是难免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剧情的事情。如果对于观看体验非常严肃的朋友，大家可以根据时间点按照自己的需求跳过就好了。第一个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异形夺命剑》这部电影。我感觉这部电影明显我们是一定会去看的，因为我就是一个特别俗的俗人，然后它的热度超级大，我就想去看。但是这次它的热度呢并不是特别正向，就是大部分的人都说特别恐怖当时直击我心灵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圈，他说的就是看完之后鸦雀无声，我立正了我就想说
啊，真的有一个电影这么厉害吗？可以让你立正。对，接着就是看到很多很多的讨论，说有家长可能想要去举报，让他下架，就说让大家要珍惜，赶紧去看。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是个周六，我当时想说相关部门肯定要周一才会上班，那周六周日肯定是安全的。我说我们周天必须要把这个东西看了，但那个周末我们正好很忙，但是我又很害怕它会下架，所以我们就非常赶的看了一个午夜场。当时要不是因为你那个周六要参加上面那个暖房趴，咱当时周六应该就立刻去看了。而且我跟你讲，周天那个午夜场它还是中元节的晚上。哦，对的。然后说一下看完之后的感受啊，我看完之后是觉得非常喜欢它整体的那种音乐和画面的氛围，让我觉得非常投入。其实我也感觉《异形》这部电影是咱们两个人最近这段时间在电影院看了3部电影当中我最满意的一部电影。我自己对它的形容就是，我觉得它是我近期看过的体感最短的电影。什么叫体感短？就是我在看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就很快就感觉这个电影就结束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感觉到过无聊，没有感觉到过煎熬，甚至最后都不希望它结束。我感觉是因为它一直在出现状况，然后这些主角团就会不断的去解决状况，而且中间还不断死人，它一直吊着你那个情绪，所以你就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也在于它的剧情非常的紧凑。可能看过很多异形作品的人知道，异形这个电影作品它的套路其实一直就是如此，基本的模式都是太空航行，然后去了什么不该去的地方，然后就出幺蛾子，出了幺蛾子之后他们就遇到了异形，然后以为就把这个异形打死了，结果发现没打死，就再次出现，然后又以为打死了，然后又再次出现，然后就这样反反复复，最后死的只剩一个人了。每次都是感觉每一部都是这样，每一部都是这样，这一部也是如此。对比前面的几部，我感觉这一部中间更没有什么拖沓，他们节奏接得非常非常紧。我看的时候，随着这个很紧凑的剧情的推进，我就不断的在问自己，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样。因为我感觉这里面每个人他的反应都很不同，有的人很害怕，有的人就不害怕。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电影它塑造的这个恐怖的效果，包括外星，然后有一些攻击性很强的动物，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不会遇到的嘛。我感觉它给了我一次机会，就是让我可以思考我自己的勇气的这个阈值到底在哪里。然后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也会像女主一样，因为毕竟这东西已经是极端恐怖了，我想了大不了就是一个死，我肯定也会跟异形干到底。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内心就觉得自己很勇敢，不知道莫名其妙就觉得自己内心升起了一股力量。所以我感觉这个电影啊，它除了给你这种视觉、听觉和这种整个氛围感的冲击之外，还有就是心理上面好像也会引发一些思考。因为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你会遇到问题，你会去解决，但是你可能遇不到这种这么极端的情况。然后如果像我一样会不断的代入和思考的话，其实会让你对自己有新的认识，你会觉得自己比自己想的要勇敢一些。而且在看的过程当中，我就不断的心里面在给女主角竖大拇指，我想说她怎么这么牛逼。虽然说她是有女主角的光环的嘛，但是我还是觉得因为这个演员的演技让你觉得这个女生她又鲜活，同时她又非常的坚定。然后后来我们不是又在电视上面补了契约和异形1嘛，发现她这个电影她永远都是有一个大女主串起来的，最后活下来的好像都是一个女生，这个也让我多升起了一份喜爱。然后我就打算把这个异形系列都看了。我发现我朋友圈很多朋友都是一样的，就是看了这一部之后被异形这个 IP 吸引，然后就去考古把异形全系列都看了，甚至异形它还会有一些导演专门自己拍的番外，以及好像在他们本国还有一个专门的异形的博物馆。所以它好像不仅仅是电影或者系列电影那么简单，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就跟星战一样。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喜欢这个系列，确实有必要补一补它的编年史。别看12年、17年包括24年都有新作品，其实它的时间线是非常混乱的。它每一次截出来的这么一段时间线，其实都指不定是整个故事线当中的哪一节。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完整的去了解它的一个时间顺序，可能是很需要先去找一下它的故事线，然后根据故事线你可能相应的先看79年的版本，然后再看哪一年的版本，才能够真正的串联起来它是个什么样的完整故事。而且我觉得这一次这一版异形夺命剑还有一个让我觉得跟前面普罗米修斯和包括契约比更好的一点，就是之前那几部异形啊，他们打的这个怪异生物永远都是异形，就是遇到了然后打1次2次3次，这一部电影当中这几番遭遇战都是打这个异形，反反复复也打不死。
但这一次这个夺命剑我觉得好的就是它当中有3番比较大的这种遭遇战，每一次斗的这个怪异生物都不一样。最开始的时候是个抱脸虫，大家一番打了，然后呢这个抱脸虫就产下了异形，然后他们就打异形，又打，然后最后呢又发现了异形进到了一个孕妇的体内，和一个人结合，又要打这个异形和人的结合体，又打，所以这3次你要打的东西不一样，就会让你觉得好像还会有第4次，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说不希望它结束，或者说感觉它也可以不结束，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对，但是以前你知道吧，每次都打异形，都打第3次了，你知道肯定也该结束了，要不再打第4次太无聊了吧。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他拍的在这些角度会让你觉得这部电影非常的紧凑，体感非常的短。不过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缺点啊，我是无法理解这个第3个这个异形人，就是他是一个个子很高，然后又很干瘦，就长得跟伏地魔一样的一个奇怪的人形异形。很多人也是被他吓到的，觉得他长得非常恶心。他不仅仅是恐怖，异形其实我觉得从某种程度来讲是美的，就是他的那个机械感啊，还有骨骼的外翻啊，然后他的整个比例，还有尖尖的尾巴都是非常好看的。但是那个异形人就很丑，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设计成那样。我觉得前面的可以叫异形，他是畸形，对吧？应该是这种感觉。对。而且我不满意的是，结合了我们人类的基因，为什么反而变丑了？不过好像一直以来说的异形，它是一个完美的生物体。那人类本来就是比异形要低一等的，所以结合起来差了也合理哈。另外，我觉得突然想到的，就是我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我发现就是这个剧里面其实是有3种生命体的，一种是人类，一种是异形，还有一种是仿生人。然后你其实是能够感觉到这3种生命体的区别的。异形它是不断的繁衍，攻击力很强，自我保护能力很强。人类非常复杂，甚至有的人说优柔寡断，情感丰富。仿生人呢，他永远是一个目标去执行的，那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行为模式不由得就让你引发思考。当然这个可能是我的一个惯性，我就会去想说到底这3个东西哪个好，我会去这样想，但其实也没有哪个好，只是这个电影就展现了这3种生物，你也会带入自己的思考，你可能也会去想说，我能不能汲取一点仿生人的一些优势，能不能汲取一些异形的优势，我就会这样去思考。我觉得我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电影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异形这个电影是一个非常非常吃特效的电影。他的第1部是1979年拍的，今年2024年又拍了最新的一部。咱俩当时看完《夺命剑》回来，立刻就补了补课，看了一部1979年的第1版，然后又看了2017年的《契约》，再加上咱们当年2012年看过《普罗米修斯》，相当于我们有4部可以做对比。你能明显感觉到在特效方面，越靠近现在的特效就越好，有非常明显的提升。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异形这个系列的朋友，或者说你对于这类题材很感兴趣的朋友，我觉得未来异形只要更新都应该去看一看。因为我是非常好奇，究竟当下这个时代的特效能力会怎么呈现那个恐怖的怪异的生物。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飞船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看点。对，特别是当你看了79年的那个异形的飞船啊，那个飞船它应该像是真的做的，因为它电脑应该没有这么厉害。现在那些飞船很多可以建模，对吧？但是当年那个飞船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它是一个真实的，然后它后面 P 了一个背景然后那个真实的飞船你能感觉到它其实没有很大，它很像是我们身边可以看到的那种模型，它上面还有胶水一样的，就是看起来很有那种古代感。就让我觉得一下子回到了我当时看奥特曼和看那个什么卡布达蜻蜓队长那个年代。另外你前面提到的说这次很多人看完之后会觉得它很恐怖很恶心，甚至有很多家长希望通过举报让这部电影能够尽早的下映。我自己感觉可能是因为这一次引进的这个版本几乎没什么删减。其实以前的异形如果没删减应该也是非常的恐怖和恶心的。对，因为我们在看那个流媒体上的时候明显感觉中间情节是有断层的。对，只要一出现这个怪异生物，它一动弹就可以被删减掉一动弹就被删减掉，一攻击就被删减掉，一爆炸就被删减掉。所以可能是因为以前的版本都删减的比较厉害，然后这一次的呢几乎没什么删减，所以这么一比较就显得这一次好像非常非常的恐怖和血腥。
但其实我是觉得这一类电影，就不管有没有这个恐怖血腥的这一部分，有没有删减，就单纯它这个题材，我觉得就不是特别适合带小朋友去电影院看。因为我是觉得即便把那些恐怖的血腥的镜头全部删掉，就单纯这个设定对于幼小的心灵来讲就应该已经会留下很多阴影了。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的经验，就是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如何来规避那些有可能出现的让你恐怖的点。一旦这部电影整体氛围安静下来了，那你就要小心了，它接下来很有可能就要吓你一跳。而且我觉得做这个心理准备是很有用的，我们就是因为做了这个心理准备，所以一直都没有被吓到。对，当然这不是他用来营造恐怖的一个唯一的粗糙手段。我一开始在前面几次他都是通过安静突然之间爆出来一个东西，安静突然之间爆出来一个东西，我一开始还想说那这个制作稍微有点太粗糙了，就通过冷不丁吓我一下来做恐怖片。我想说那我还用我投资这么多钱吗？我说我躲个墙角也可以做呀。怎么是你投资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没那么简单，它其实整部电影在不吓人的地方，包括它的剧情推进，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安静，然后突然间声音变大，这是它的一个音效上的节奏。对，所以它可能因为整体音效都是这个节奏，所以到了后面你就有点摸不透它这一段安静后面究竟是剧情推进还是会吓你一跳。但是我觉得大家只要做好这个安静，你就要做好被吓的准备，你就不会被吓到。然后另一部我们去电影院看的呢，就是死侍和金刚狼。我是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因为我是没想到这辈子还有可能看到休·杰克曼再演金刚狼了，因为他已经被埋起来了。对啊，当时都已经埋了，已经没了这个人，所以能再看到休·杰克曼演金刚狼，让我心中对于小罗伯特·唐尼有可能再演钢铁侠又燃起了希望。我觉得说如果有生之年还能再看到唐尼再演一下钢铁侠，我觉得就没有遗憾了。我其实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休克曼，就是他人家叫休·杰克曼，休·杰克曼，因为我觉得他特别帅。这一次我真的觉得太惊艳了，他已经56了，在最后他还露肉了。我靠，那个身材朋友们真的可以说是一点都不减当年。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因为他太牛逼了，我感觉死侍这一次都没敢露。我感觉这个电影吧，虽然我是非常想去看哈，但是呢我对它也并没有抱很高的期待，因为我感觉这应该就是一个圈钱的电影。就是为了弄一些 IP 过来，然后也没有特别精心的去打磨什么剧本，我感觉甚至都没有剧本，就故事真的不知道在讲啥。好多人都说这是属于活久见系列，就是只要你活得够久，连死侍和金刚狼站在一起都有可能。对，但我觉得我们完全是为了这两个 IP 以及它中间还零星出现的另外几个 IP 的这种情怀去看的。但是我推荐大家是现在反正也差不多电影院没了，那大家就可以等到流媒体上线了再去看。而且我推荐大家是找一个心情不太好的时间随便看看就行了，不用像异形，我觉得你得沐浴更衣啊，你脑子得清醒一点去看，因为毕竟还有点思想，对吧？还有点好看的镜头你要去欣赏的。这部电影完全没有，就跟刷短视频是一样，就你刷抖音的时候是什么心态，你就看这个，就这个心态就可以了。所以我自己评价说，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非常合格的一部商业爆米花电影。因为就像你说的，它其实没有任何内涵。对，我觉得它都连剧情都没有，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推进到这儿了，然后又推进到那儿了，这个人又出现了。它满满的全是商业属性，我觉得它这商业属性真的是拉满了，无时无刻不是各种东西的露出。你看啊，这里边漫威的露出，死侍和金刚狼两个 IP 的玩命露出，甚至连美队当年演过神奇四侠里的火男都能在今天露出。惠子当时就问，这是美国队长吗？他还演过这个角色。我说神奇四侠你没看过，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也忘了，甚至连那个已经倒闭了的福克斯都有露出哦，还有 X 战警的露出。所以你看这部电影，它其实感觉好像就是为了借这么个平台，尽可能的把我们手里的东西都露出，大型广告宣传片。而且你刚才说大家可以挑一个心情不太好的时间看这个电影放松一下，我觉得这个既可以说是这部电影的优点，也可以说是这部电影的缺点。就是这部电影它非常非常轻松，你完全不需要带脑子去看，因为就算你带了脑子去看，你也未必看得明白，因为我觉得他其实也没有讲明白自己的逻辑，而且你的脑子会因为死侍他的话太密了而很快就被累宕机了。他真的太贱了，小贱贱。我跟你讲，我觉得死侍本身这部电影里面如果没有任何其他人，就单靠他逼逼就能把你逼逼晕了，但是这一次还加了一个金刚狼，而且你没有想到的是竟然金刚狼也开始逼逼了。所以这两个人一起逼逼的时候，你真的
我在电影院看的时候几度脑子要炸了。你又看字幕，然后你又要了解那个梗，因为有的时候那个中文字幕翻译出来，它没有把那个英文的那个梗翻译到位。然后你这个时候你懂吗？你就是英文听，中文看，英文还要想，哇，非常复杂。再加上他还尝试着要搞一个那种什么时间线类的剧情，又是什么时间穿越，又是线，什么又跳出了这个那个了。当时他在第一个时间点讲他们这个什么时间线怎么样，那个什么时间局在这讲那个东西的时候，看完之后我就问了惠子一句话，我悄悄问我说，惠子，我说你看懂了吗？惠子说我没看懂。我说我也没看懂。他说应该不影响，就这么看吧。后来发现确实也没影响。我就觉得你太认真了，就这个剧你还带脑子去看，我根本就没有仔细看我就看他们表演就行。真的，我感觉这部剧真的你不需要思考任何逻辑，因为你看完之后你也记不住任何逻辑。我看完之后就只记住一点，就是死侍找到了一个时间点的金刚狼，然后两个人一起打打杀杀 over， 就这么个东西。至于为什么打，至于怎么找的都没有关系，这都无所谓。他们两个中间有一段特别好笑，他们就在那个本田奥德赛上面互相打，因为他俩的技能是很相似的，都是可以愈合嘛。对，所以他们就不断的互相攻击，然后不断的又恢复。但是最有趣的还是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死侍的吐槽，因为他不是在剧情里面吐槽这角色的某一个人或者是剧情的事情，他是跟观众吐槽制作电影的公司，或者跟观众吐槽说什么啊，现在还有平行宇宙这种剧情。我从来没有在电影院看到过就是电影里面的角色跟屏幕外面的观众互动的。这个你就不知道了，是因为死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设。死侍是所有的超级英雄当中唯一知道自己是一个漫画角色的人，这是他的设定。所以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多频繁的看向镜头吐槽，是因为他的设定就是他自己知道自己是被创造出来的人物。那为什么他在里面那个爱情故事还搞得他非常的痛苦？他不觉得这是创造出来的吗？走心了，大哥可能走心了。但是我就很喜欢他，我觉得他跟我的互动让我更被带入了这个电影的世界里面，特别好玩。就是他会演到一半停下来跟你讲话。所以我觉得死侍的电影本质上其实就是死侍自己的一个单口。这一次相当于死侍尝试了一次说相声居高了，找了一个捧哏过来。然后我们再来说说我们看的电视剧吧。我们最近一段时间非常沉迷的一部电视剧叫做《边水往事》，刚刚沉迷了没多久。本来在看《唐朝诡事录2》，因为有朋友推荐说要看《边水往事》，我们两个人看了一集《边水往事》，立刻把唐鬼先关掉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追这个《边水往事》。对，因为这部剧是网友强烈安利给我的，就从某一天开始，我每发一条微博，不管发什么，下面都有3-4个网友说，惠子你快去看《边水往事》。我想说我发的微博跟这个也没关，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是不是得去看看呢？然后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是看了5集，对，但是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推荐给大家了。因为第一呢，就是看了5集之后觉得很好看。第二呢，我想了想，我们一般来讲推荐影视剧都是我们看了之后去推荐给网友，但这次呢是网友先推荐给我，然后我们看了之后再推荐给更多的网友，我感觉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中转站，发散的更开了，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儿。我这个人是一个看剧非常挑演员的人，如果这个剧里的演员我本身就很喜欢，那我就很容易愿意接受看这个剧看一段时间。如果要是这个剧真的太烂了，我才会弃掉，但是演员会让我愿意尝试去看。这一次我们看了5集，目前为止出现的3个主演，我觉得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人，吴镇宇、郭麒麟还有蒋奇明。朋友们，如果你不喜欢吴镇宇和郭麒麟没关系，但你一定要为了蒋奇明来看一看这部电视剧。你已经折服了，蒋奇明真的太牛逼了，他在这里演了一个之前他应该是从未演过的类型的角色，我的天哪，演的真的太好了。这个故事其实是发生在东南亚，就我感觉那个地方有点像是金三角三不管地带，对，然后很乱，有赌博呀、贩毒呀，然后开私矿啊、什么珠宝生意等等的，这种生意在国内都是要杀头的，甚至还有战乱，对吧？对。然后整个背景就特别的刺激，我感觉妥妥的踩在了我的爽点上。另外，它还不是那种普通的警匪片儿，它是由一个普通人误入了这些乱七八糟的生意和帮派的斗争。从一个很小的小人物，他既有点聪明，但是又完全没见过世面，从这个人的角度出发，角度就很出色。所以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感觉很像是打一个游戏，就像你说的，一个小人物误入了整个剧情，
然后随着这个剧情的推进，他不断的获得新的技能，认识了一些新的人脉，然后揭开更大的画面，参与到更多的事情当中。而且这部剧我觉得它在视觉制作方面也非常的贴近像游戏那样，因为它每一集开头它都是一个小车在一个地图上移动，会移动到一个新的地点，相当于它每一集，我们目前看了5集，5集都发生在5个不同的地点，所以它就相当于你在地图上面正在往前行进，然后每一集的开场画面都是完全不同风格的独立设计，非常非常的漂亮。就这个每一集的这个开场的画面我真的特别想收藏，每一集有不同的名字，有不同的字体，配合不同风格的这种色彩，真的很像游戏。现在网上已经有人专门把已经出的每一集的这个片头截出来，供大家欣赏了。就是它完全是可以进入那种设计界的东西。对，它不仅仅是大家在娱乐说我们来看这个电视剧，而是截出来之后，设计圈的人都会说，哦，这个每一个头都特别好看。但这部剧目前在豆瓣上还没有出分嘛，我是觉得如果有些朋友在进入一部电视剧之前会先去看一看评价，然后再来看这部电视剧的，你千万不要被目前网上的一些差评劝退。我们2个人是没有看过评价，直接看了这部剧，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并且我们看了5集，有点拔不动腿，有点走不出来，就很想继续看下去。每次都是惠子强烈压住说不行，咱得停了，不停的话就真的是一直看下去了。其实现在我觉得网上那些差评主要针对的是2方面，一方面是针对郭麒麟本人，就说又是少爷又2代怎么样，然后说他丑，说他烦人，然后说什么一帮老戏骨陪着少爷在这玩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种针对人的就很看大家个人的喜好了。我和惠子是比较喜欢郭麒麟的，所以我们会愿意看这部剧。如果你不喜欢郭麒麟，或者说不喜欢其他几位主演，那你要不愿意看这部剧也很合理。另一方面的差评呢，是说这部剧的剧情很多设计上面不合理，比如说像郭麒麟那个角色最开始的时候又被捅刀子，又被人揍成那样，然后扔到水里，最后还没死。包括说他有的时候很多剧情的推进就是因为他太蠢了，他傻了吧唧的才推动了剧情，他要是但凡稍微聪明一点都不至于出这个幺蛾子。我觉得这也合理，因为咱俩在看的时候其实也感觉到有一些剧情的推进好像是比较生硬的，就是特地安排他走到那个地点发现一件事儿。包括我们2个人也在诟病说，最开始的时候说郭麒麟这个角色是读不了书，辍学，技校的，对，技校毕业的。但是呢，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处理很多事情脑子很厉害，甚至给吴镇宇这样的黑帮大佬出了很多主意。但是呢，时不时的又犯了很多傻，有点矛盾。惠子说就感觉他这个一会儿聪明一会儿傻，很矛盾。然后我当时还在想说，我想说是不是如果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真的进入到了那样一个三不管地带，遇到了这些复杂的事儿，是不是其实我们所做的决定就是很随机的，就是会有一些是碰到了对的决定，有一些是碰到了错误的决定。我当然可能这种解读，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在帮这部剧就硬夸，你是不是要洗？不是的，我只是觉得这部剧很好看，我真的看进去了，我在尝试理解这个人物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家在考虑它的合理性嘛，我是在想说，如果这个剧情真的在真实世界当中发生，我们又是身处其中的这个人，会不会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我是在思考这个事儿。我感觉这部剧这个男主角由郭麒麟来演，确实呢有人会比他演得更好，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当时我脑海里面已经出现了非常非常多备选的人，我觉得那些人，比如说彭于晏。好呀，年轻一点的彭于晏。不行，我觉得彭于晏如果要是演这个角色，他一定就是说一路所向披靡，全部解决掉，真的不会有什么幺蛾子。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郭麒麟会容易让大家不喜欢，是因为他这个人很容易让人出戏。我看电视剧或者电影是非常在意沉浸感的，但是郭麒麟呢，他是个相声演员，我看到他我就想笑，然后他说话他那个口音吧还是京腔，带一点说相声的那个语调，他跟演员讲台词还是有点不同的，所以他一说话就容易让我出戏。然后其他的这个剧，它的整体的氛围设计是非常好的，不管是它营造这个金三角的这些房子呀，然后路呀，包括那些配角的衣服呀，我觉得都做得非常好。就像我们去过泰国那边，真的很像是那个地方。然后其他所有的配角他们会用一种语言是当地的语言，或者是用可能我们西南地区的那种语言方言去讲话，所以整一个其他的人的氛围都是很让你沉浸的。但是郭麒麟一出来讲话，你就觉得这是个电视剧，就会有这种感觉。确实，但我觉得相比而言，我觉得他比在庆余年里面能够让我出戏的感觉已经少了很多了。我觉得他也是刻意的在这里面尝试去拿出一个演悬疑剧的风格去演，但是架不住他讲相声
上这个人设实在是太硬了，就是大家很难抹去。对，但是同时呢，你用另一个面去看，就是我们看太多这种什么贩毒啊之类的，包括我们看那个周厨除三害，你就会发现那个男主角是很硬汉的，然后他就是黑帮，他非常牛逼，你看得很爽，这是一种。但是边水往事他从郭麒麟一个傻憨憨这个角度去描述，就像你说的，可能我就像是一滴小墨汁滴进了一片水里面，它就是会形成很不一样的化学反应，因为在他们那个地方有一套他们的规则，但是我作为一个在中国大陆上技校的人过来这儿，我就是会发展出很有意思的不同的反应的。有点像你要看一个窝窝囊囊的没有经历过什么成长的一个人怎么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混下去。到目前为止我们看的这个过程也有点跟随这个人物在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对，我现在已经感觉他有点长大了。所以我是想说，虽然可能网上的评价现在不是太好，但是我们作为看过5集的人还是很推荐大家去试一试，很希望跟大家一起追起来，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完全更新完。对，尤其是我说的蒋奇明大家去看一看。哇，我的天哪，蒋奇明我真的爱上他了，他的那个2个耳环在他那个尖尖的耳朵上面真的太好看了，他那个下颌线啊是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摸到的。然后另外我们最近还在看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因为边水往事而暂时被暂停的唐朝诡事录2西行。我感觉特别对不起这部剧，但是暂停它原因并不是说它不好看，它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对，但是因为我们已经看了20几集了，有点疲劳了，然后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个新鲜的东西，我们就被勾引走了。不代表它本身不好，它非常强，而它强就强在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它只有8.4分在豆瓣上面，但是现在我看它已经是8.5分了。很少看到这种就是缓慢上涨的，一般都是更多人看然后它就会被打下来，但它竟然是往上涨的，所以我就觉得可以拍着胸脯强烈推荐。我感觉它和边水往事虽然他们是完全不同题材的电视剧，但是他们2个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像的，他们都是通过非常非常精美的场景设计啊、人物造型啊，就把你活生生的拉入了他们那个世界。然后我感觉看《唐诡2》我就不禁的发出感叹，就是西域唐朝真的太漂亮了。对，我看《唐诡2》的时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它这个剧其实也挺吃特效的，需要一些特效，但是特效非常一般，反而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你说的那个，就是它一些实景真实的场景设计、服装设计、道具设计，会给你带来那种大唐的氛围，并且它叫唐朝诡事录，所以你能感觉到它每个案子其实多少都建立在当时的唐朝的一些文化的基础上的。而且他说是诡事嘛，他就不像是普通的破案，比如说死了个人啊或者怎么，他一般都是什么妖怪把人杀死了，就类似于这种什么凶兽，所以你就会觉得有文化的那种感觉。对，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长知识。但是那里面的知识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呢？我觉得肯定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比如说他们什么念诗呀，然后什么这个姓氏是怎么样的，那波人是怎么样的，可能有一些是建立在真实的史实基础上的。那当然也有肯定有一部分就是有点像是奇幻小说这种东西呗。对，反正我看了之后我会有一种对我们自己的文化更有认同的感觉。对，就是觉得啊，我们真是博大精深呐，就是会这种感觉。这是第2部，我其实是没看过第1部，你是看过第1部的。我之前以为我没有看过第1部，但是因为他第2部的时候不断的 call back 第1部，我发现所有他 call back 的我都看过，那我应该就是全看了。对，我是想说的就是，如果你没看过第1部，直接看这个第2部也基本上不影响，完全不影响。对，因为它无非就是会出现一些第1部里出现过的人物，提及一些第1部里做过的案子。但是这个剧我觉得也挺贴心的，就是但凡是第1部里出现过的人物在第2部再出场了，一定会通过人物的语言告诉你这些人是从第1部来的。比如他们会说，我是谁谁谁，您忘了呀？我在什么什么案件的时候，当时我也在旁边啊，你就知道他是第1部来的。而且我听惠子说，第1部更像是这个小团队慢慢组起来的一个过程，第2部一出场，这个团队就是完整的，一起西行探案。我觉得这个主角团特别有趣，他们是各司其职的。其实你看你也发现，有人是大脑，就是他很聪明，然后有几个是打架的，还有医病的，甚至还有一个画画的。然后我最喜欢的其实是里面的那个憨憨的卢凌风。
我觉得他个性特别鲜明，然后长得又很帅，然后武功又好，每次他出现然后开始打架的时候，我就默默的在为他加油，就有一种追星的感觉，而且甚至磕起了他的 CP。 一般我看这种就是悬疑剧，我都是非常专注于这个案子是怎么推进的，但是看唐轨2的时候，我不仅看案子，我还会追他和这个喜君之间的感情。然后有一次一个案件里面卢凌风被抓走了，后来他被放回来之后，两个人在厨房拥抱的时候，我甚至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除了这一支主角团之外，我感觉其实每一个案子它会有一些在这个案子当中的一些小配角，每个小配角我感觉人物都非常非常的鲜明，而且演的也很好。而且这个配角里边还有咱们认识的，有张百乔和李宗恒，他俩还在里边参与了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案子，演了挺长时间呢。我感觉就是如果这个配角当中出现了一些你在互联网上面比如说关注的博主或者刷抖音会遇到的人，你就会觉得诶这个剧不一样，你就特别想看。我会觉得百乔出息了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我会觉得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他们其实都是这个电视剧里面的人物嘛。然后如果人物会比较鲜明的话，你就会有一种在看这一部电视剧的过程当中你交到了一帮朋友的感觉。你这么说的话让我想到，他好像这部剧当中每出现一个配角，他都会简单的讲一下这个配角的一些生平小故事，不管是通过他本人之口还是通过旁人之口，都会给你简单描述一下这个人的生平。我觉得可能他的这个想法就是在无形中帮忙把这个人物更立体化，让他不仅仅是一个路人或者是配角。所以我现在还都有点不舍得看了，因为我感觉看完那你就相当于他们西行结束了，你好像跟他们要说再见了那种感觉。没事，我觉得他们肯定还会有唐轨3之东行再走回来对，因为毕竟现在他们是被贬了嘛，所以才西行的，之后还得之后提上来杀回长安呢，妈的东行最后一部剧呢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唯一看过的一部韩剧，名字叫他的日与夜。这个其实之前也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提起过，推荐我们看。它的设定我觉得非常的新颖，我反正是第一次见。它是讲述这个女主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年轻姑娘，但是她突然间被魔法缠身，然后她就每天太阳一升起，她就会变成一个50多岁的老人，然后等到太阳落下，她才能变回自己。她一直在家里面复习，想要考公务员，但是她复习了 N 年，考了 N 年都没考上。但是呢，突然间被这个魔法缠身之后，他变成了老人，却考上了公务员。而且在整个这个剧情发展当中，也能感觉到年轻的他好像已经被生活打得没了什么朝气，但是每当他变成了这个老人之后，他又非常有活力，更能够熟练的把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技能运用出来，不管是在生活里面使用，还是在职场上面应对工作也好，都变得如鱼得水。这个剧就反映的是非常现实的社会状态，就是年轻人死气沉沉，老人朝气蓬勃。然后这部剧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应该是演变身成老人之后的演员李正银，这个应该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韩国的老面孔演员了。我非常非常的佩服他，他今年已经54岁了，他还能演出那个20多岁的那个人在他身体里的那个感觉。跟你一样，对这部剧我印象最深的也是这个白天阿姨的剧情，我甚至有一点不想看晚上的，我只想说什么时候太阳升起，我要看这个阿姨演。我觉得这个李珍莹她是非常完美的演出了那种看起来是50多岁但皮下是20多岁的那种感觉，就这种反差感让人忍不住的想要夸奖。就她演的并不是说一个老阿姨她心态很年轻，不是这个感觉，是你看他好像重叠了一个年轻人在他身上，对，就真的能感觉到是一个20多岁的人在他的身体里操控他。对，就是很刺激，我甚至觉得这是刺激的感受。而且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最牛逼的地方，就是剧情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人知道他是会变身这件事儿的，然后有一些男的是喜欢这个20多岁的姑娘的，那白天他变成老人，这些人也依然会献殷勤。就是我感觉李正银就是能演出来，就是外表是一个50多岁，但其实是一个20多岁，然后再跟同龄人谈恋爱的时候那种状态表现出来，就非常可爱嘛。你想一个50几岁的阿姨，然后跟一个练习生，然后两个人在互相喝咖啡，那个感觉就是这种对比会让我感觉，反而当他变身成了那个年轻的演员去演，反而这些爱情我就觉得又流为俗套了，超级平淡，对，就会平平无奇，变成那种传统韩剧里的那种爱情了，就没意思了。我感觉这个20几岁的女演员是有一点点吃亏的，因为跟这种老戏骨 PK 就会显得她非常普通。对，我觉得不光是这个女演员，
其他所有的演员在李正银的衬托下都会略显逊色。我感觉能跟李真莹这个演员 PK 的这个电视剧里面，就那个搜查官，我觉得那个搜查官演的也很不错，很有意思，很可爱。这就是我想说的，我反而觉得这部剧主角当中，除了李正银的演技是非常到位的，其他演那个男主和这个年轻女主这两个人，我觉得演技真的非常一般。尤其是那个男主，我感觉他时时刻刻就是在找角度耍帅，你知道吗？就是他每个镜头好像都要把自己那个下颚线露给大家，然后要么就是说要摆一个定格，或者说要是皱眉什么的，就总之感觉他的心思好像在怎么把我演好看，而不是怎么把这个人物演到位。而且他年纪还有点大了，我觉得他那个脸吧也并不是很讨喜。这也是好多人在网络上评价的，就说男主和演20多岁的这个女主感觉年纪都配不上在剧里的年纪，本人会显得更老一些，所以他们会觉得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在耍帅，一个是在装嫩，但反而李正银他就特别合适，但他反而还演出了那个20多岁的感觉。我超级喜欢他戴那个粉色的那个骑自行车的帽子，然后骑着他那个小自行车的样子，真的特别可爱。所以反而这部剧就给了那些配角很多很多吸引观众的机会。你提的那个搜查官，包括演这个女主的闺蜜的那个人，然后还有女主的爸爸妈妈，甚至他们那个机关单位里面的那个偶像练习生，我觉得演的都挺好的。那个偶像练习生，我甚至觉得是不是就是找了一个练习生过来演？有可能，有可能。但我觉得虽然我们这么说，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原因就被劝退了。我觉得这部剧啊，在设定上和剧情上面还是非常值得看的。首先，前面我们说的这个设定确实非常的奇幻。另外就是，我觉得这部剧它在剧情上面是非常丰富的。之前惠子也说，就感觉它不光奇幻，它还同时融合了悬疑、罪案、职场、爱情、喜剧于一体。就是这部剧，你有种那种看一部剧等于看了 N 部剧的感觉。我觉得这是这部剧挺厉害的一个地方，它的那个奇幻只是它的一个设定，但其实它的那个剧情里面，一会儿是破案，一会儿是职场发展，一会儿是爱情故事，一会儿又搞一些有的没的那种无厘头，这是它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它任何一部分都不差。而且我觉得他们把这种不同的元素融合的也很好，因为有很多电视剧，比如说它是悬疑的，很多人就会叫唤说，哎呀，不要演主角之间的爱情戏了，我们就只想看破案。但这个剧我就觉得好像融合的还不错，你不会觉得说，哎，我不想看这个，你赶紧给我放另外的那个剧情，没有这个感觉。然后我们追着看，好像还剩下2集没看。我的感受好像是这个剧的结局并不是很重要，因为我想象不到最后的结局会是什么样的，而且我对这个50几岁的阿姨感情非常深，我就很担心最后这个女主他们找到办法把这个魔法解除了。对，解除了，那是不是这个阿姨就要消失了呢？我对于这个结局还是抱有一些其他的幻想的，我很担心是一些我不想看到的，所以到现在还没有看结局。那下一部分我们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吃了哪些好吃的东西吧。首先第一家，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家面馆。我们两个人曾经给大家推荐过一家在上海吃这种本帮浇头面的这么一个店，叫老弄堂。这次我要推荐另外一家，名字叫做福和面馆。我咋没吃过呢？其实这家面馆在上海也是非常出名的，我一直在收藏夹里收藏了这个店，但是也没时间去。那这次为什么是我去了而且你没去呢？是因为有一天，那天你也在外边工作，我也在外边工作，突然之间来了一个电话，我一看，榜一大哥的电话。一般他要是给我打电话，肯定说明他人已经在上海了，他肯定是要找我，然后我就接起来，他就问我你在干嘛？我说我在这工作。他说那你接下来准备干嘛？我说接下来我准备简单吃口饭，然后去跑步。他说巧了，我也准备简单吃口饭，然后去跑步。咱俩跑步肯定是跑不到一起去，你跑太快。他说但是吃饭咱们两个人可以一起吃呀。他说咱都要简单吃一口，你要不要吃口饭呢？我发现我们俩离得也挺近，我当时想说也行。这个时候他就说，我带你去吃一家我自己私藏的非常有名的面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叫啥？你告诉我。他特别神秘，他说你先答应我，你跟我来吃，来了你自然就知道了，如果你要不来，我不告诉你。我说为啥你不告诉我？他说万一我告诉你了，你再在你节目里说出去，那不有太多人去了，以后他就吃不着了吗？那现在不就是知道了吗？然后后来我们就去了嘛。这个福和面馆在上海有不止一家店，我们去的呢是距离苏州河和外滩比较近的虹口区的花园路的那家店。其实我们也是幸运，当时我们到了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空位，然后我们就顺利的点餐入座。但是就在我们等这个面做好的这个功夫，正好下班高峰开始了。我的天哪，那个店里面人真的太多了，周边的居民出来吃，
下班族回家之前过来吃，还有接了孩子放了学的家长带着孩子来吃。那个店不光已经全部坐满了，甚至连所有的过道都站满了人。有这么多人都来简单吃口饭？天哪，大家都来吃这个面，然后所有的人都在等着，眼巴巴的看着你赶紧吃完赶紧走。就是后来我和大哥在那吃完饭都没办法在那聊天，我们因为赶紧让座给别人，你就可想而知这家店有多火。你们吃了啥？他们家有一个非常招牌的一个面，叫半斤鳝丝面。面如其名，肯定是半斤鳝丝呗。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挺爽的，尤其是像我这样非常喜欢吃鳝丝的人。可能很多朋友吃这种浇头面也很喜欢点鳝丝，但是往往这种鳝丝面，不管是拌面还是汤面，鳝丝的量都会让你有点意犹未尽。但这个半斤鳝丝面就是给你顶饱。宝一大哥说他每次来都吃这个，非常推荐我吃这个。我想知道贵吗？52块钱。听起来还行，还行吧，拌面52块钱。然后我就点了这个，味道确实非常不错，而且量也很足。我觉得相比于之前我们推荐的老弄堂，这家店它的浇头量似乎是更足一些。我的这个半斤鳝丝面那是明确的有量的，你能感觉到一大坨鳝丝。对，我想知道就是它放在面上面大概有多少，比如说能够覆盖一半的面，还是全都覆盖了还满出来了？能够覆盖2/3的面。然后大哥点的是一份猪肝的什么汤面，你也能感觉到整个最上面一层全是猪肝。猪肝和鳝丝都是我喜欢吃的，这也是他们家最招牌的2样东西。然后跟老弄堂比，我觉得它的口味更咸一点。就是你知道这种本帮的浇头面，它突出的特点就是那种浓油赤酱那种颜色，尤其是拌面非常的重口，属于那种甜咸口。福和面馆这家它的感觉就是甜口弱了一些，咸口更突出了一些，所以我感觉这家面馆可能更适合北方人去吃。如果咱们在上海生活的听众朋友们有北方的人喜欢吃面食的，你想要尝更适合北方口味的面，我觉得福和面馆要比老弄堂更合适。而且你也知道，我每次去老弄堂最痛苦的就是点不到他们家那个大排，因为实在太火爆了。老板跟我说，你要是12点以后来，你就别想吃到这个大排，只有12点以前才有可能吃得到。但这次在福和面馆我就点到了大排，我感觉他们家的大排也非常好吃。是哪种大排？红烧大排。不是那种老上海的那种炸猪排，不是，是红烧大排。红烧大排，哇，点一份面再配合一个红烧大排，非常到位。所以你是半斤鳝丝还要再加红烧大排？岂止呢，我还有呢。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吃这种浇头面必备的一个套路，首先单点一份汤面或者拌面，额外我必须要加咸菜毛豆肉丝，然后还要再加一个大排。那你素鸡点了吗？你不还要素鸡吗？我一般都是大排没有了才加素鸡。所以这次有大排，我就大排就上了。哇，吃完之后真的非常满足。所以我觉得我们之前推荐的老弄堂，你看有好几家店，这个福和面馆又有好几家店，他们覆盖的地方都不一样。喜欢在上海吃浇头面的朋友，你就有福了，你就到哪儿都能够找到合适的店。吃福和面馆你就有福了。而且我们这次去吃还遇到了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我们俩在那点餐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这家面馆其实之前我有粉丝推荐过我。然后他说，那你之前有粉丝推荐你，现在有粉丝带你来吃了。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之后呢，就被这个点餐的这个不知道是老板还是这个服务员他听到了。这个服务员呢，他就非常的敏感，非常的敏锐。他一听到粉丝，他就来问我们，他说你们是什么明星吗？然后你知道宝一大哥这个人，他就特别不给我留余地，他就跟人家说，他说我不是明星，他是明星。我说我也不是明星，然后他就说他是大博主，那种把我架起来了。人家就是真的信了。后来我们在那吃面的时候，那个服务员就过来了，说想问一下您是哪个博主，我们想认识一下怎么。我说你别听他瞎说，我说我不是博主，我说我不是那个，别有这么高的期待。然后后来宝一大哥就给他介绍了我们的播客，说他就是做这个的，你可以听一听怎么样。这事我觉得就了了。结果我们俩吃完饭走出去，都走到离这个店10几20米开外了，这个服务员又追出来了，不依不饶，就非说宝一大哥是明星。所以已经给他解释过你是明星了，他还不信，他就是不信啊！当然他也确实是对的啊，就是明显没有什么气质，他就认为宝一大哥是明星。宝一大哥说我真不是明星，他说不可能，我在哪儿见过你。天哪，这都什么搭讪话术？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人就笑了嘛，我们想说怎么可能，对吧？宝一大哥本身就不怎么出镜，然后也不怎么愿意接受采访，真的是寥寥的采访在互联网上。我们俩就笑了，我们说你不可能见过他。这个时候最让我们惊讶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服务员竟然说出来说你应该是一个护肤品或者化妆品公司的老板。当时我们两个人都懵了，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事儿让我们俩真的非常惊讶。会不会是这个服务员偷拍了榜一大哥的照片，然后百度识图，然后百度搜出来？确定不是淘宝识图吗？淘宝识图也识不到。哦，你这么说也有可能，有可能。然后那榜一大哥也觉得说，哎，挺有意思的，你还真的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然后榜一大哥就说，那欢迎你去买我家面膜。我跟你讲，我其实挺希望我们以后这个肥话的这个闲聊，特别是美食的这一部分，能够越来越有商业价值。然后确实会有这个饭店的老板希望我们去吃，然后吃得好可以给他们宣传一下。因为最近我在抖音特别喜欢刷，就是有一个普通人，他假装自己是抖音的大博主，100万粉丝博主。对，然后站到那种夜市的小摊边上拍视频，一边拍一边说，听我1000万的粉丝朋友们说，这家店的排骨好吃，量又大，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家店是不是好吃，量又大。然后不断强调，特别是他的戏特别足，当老板在给他做的时候，他还要拿起自己的手机说，哦，确实我又换手机了，这是我在转转上面买的，就没有广告硬做，然后老板真的会给他很多很多新的东西。真的啊？对，然后有一个老板他还特意回去回访了，就是他那个视频虽然他没有那么多粉丝，但那个视频出圈火了，他就去回访这个老板，老板看到他特别开心，说啊，你真的是一个大博主，确实有很多人来吃。但老板可能不知道他是怪骗的。其实我们之前去南京不是那次也遇到了一个很搞笑的事儿，就是我们2个人因为当时自己要拍自己的 vlog， 然后我们就进到这个店里头，就因为我们有个相机，然后人家店里面就送了我们一份菜，说欢迎你们品尝，邀请你们品尝。然后我当时我记得还在那个 vlog 里说，我说以后想要去餐厅想要蹭一个免费的菜，你只要带个相机去就行，你都不用开机。关键咱俩当时根本就没开机，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哦，你们好像在拍东西。是。接下去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日本料理的店。大家知道日本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料理吗？然后我是第一次知道有一种叫九州料理的。然后这家店呢叫日本九州料理干屋骚雅居酒屋。这么长个名吗？对。但是基本上你如果在上海的地界上面搜九州料理，这家店是一定会跳出来的。所以你没听清楚没关系，你就去搜，你就能搜到。但我觉得大家还是搜骚雅比较靠谱，汉语拼音骚雅。对，为啥去这家店吃呢？是因为这家店在古北。我在市区吃日料，我真的吃得伤心了。每次在市区吃一家日料店，我都觉得哎呀不行，也就是那个易东云还可以。但是在古北，我发现你去吃一个门头再丑的店，进去那个日料就是会比市区的好吃。我觉得这个我们得给不在上海的朋友们科普一下。这古北是一个什么地方？古北是在上海长宁区的这么一块区域，这个区域里面集结了非常多的日本商场、日本小店、日本餐饮，包括可能有很多日本人居住在这里，所以这一片区域吃日本料理相对会选择更多更正宗一些。对，然后正好我的朋友本来在古北上班，他暂时要离开古北了，我就说趁此机会我们要去古北搓一顿日料。然后到了这个店里面，我看到店里面会有一些科普的，就是它还有那个地图，我才知道原来九州是日本8大地方之一，包括九州岛和周围的1400多个岛屿。它有8个县组成，其中有一些县我们还听过呢，比如说福冈、长崎、熊本、冲绳都是这个里面的。哦，所以九州只有8个地方，我老以为九州是9个地方。而且九州料理好像是比较乡土的，就不是那种日本的高级的豪华的那种料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去吃了之后深有体会，因为他们家最厉害的一道菜叫牛肠锅。这个牛肠锅在大众点评的网友推荐菜里面有900多个点赞。当时我们去吃的时候，其实你们3个人都是有点挑食的，我内心呢很挣扎。我非常想尝试这个牛肠火锅，但我又觉得4个人去吃，只有我一个人想吃，它又挺贵的，点了好像不好意思。但进去之后发现每桌子上都有，我就一下子硬气了起来，说不行，既然我们来了这个特色的店，我们就得吃它特色的，然后就点了一个小份儿。它这个点是这样的，它是78块钱1人份的牛肠，然后每桌是必须要2人份起点，相当于156是最小份。
但是如果你要是3个人吃、4个人吃，你们喜欢吃这个牛肠，你就一次的往上加78就行。当时咱们就是点了这个最低起买的这个份数156。其实一开始你总是在问我们要不要点这个东西，要不要点这个东西。我一直跟你说，我说我又不吃这个东西，你想点你就自己点。直到这个锅最后你点了，它上来之后，我也没有打算要吃这个东西，因为它摆上来之后，你能看到一大撮牛肠就放在那儿。你知道那个牛肠在那个锅还没有加水、没有煮之前，白花花的油脂，那个油脂倒挺好看的，像云彩一样在那儿。但是堆在那儿，你就觉得哇，这个东西肯定很腻，而且你也知道是肠子，有可能有异味或者什么的。反正当时我就都看到那个东西在我面前，我还特意躲远了一点。别说是你了，我想吃的人看到这个没有煮开的牛肠，我心里也是退堂鼓。我想完了，点了个这个，到时候他们肯定要说你点的你吃，我心里面已经害怕了。但是煮起来之后啊，煮时间久了之后，我慢慢对它的这个戒备心就开始弱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发现都煮开了，都冒烟了，也没有异味散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就说，哎，大家都尝一尝吧。既然点了，都尝一尝。我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尝了一口，尝完之后，我只能说对不起，我错怪了你。惊为天人，有没有这个感觉？太好吃了，我的天哪！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牛肠。我也是。我没有想到牛肠这个东西竟然跟咱们以前吃的任何肠类，不管是什么鸭肠、猪大肠、猪小肠都不一样，它的口感太棒了。朋友们不知道看我们那个 show notes 里的照片能不能看得出来啊？就这个牛肠，它是一侧是这种像云朵花、像棉花一样的脂肪，另一侧是这个肠内壁非常光滑。然后你在吃的时候进到嘴里那一刻，你能够咬到是这个软绵绵的油脂，然后碰到这个非常有嚼劲儿的肠壁，油脂会爆出那种油香，肠壁是给你那种不断咀嚼的那种韧感，没有任何异味，只有这种油脂的芳香，这个感觉真的太棒了。我觉得吃过猪大肠的朋友可能是可以去模拟的，它的那个肠壁比猪大肠要更有嚼劲，更弹一点。猪大肠我觉得比较糯，有一些做的比较糯，对，更软一点。然后猪大肠的油脂呢，它有点像是那种板油，就是它像是破棉絮的那种感觉。但是牛大肠的那个油，它是一个一个小半圆的球一样，感觉像棉花糖一样蓬松，然后它抚过你的舌头，就感觉像是鸡毛掸子抚过你的舌头的那种柔软的感觉。我跟你说，我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猪大肠的油脂是夹在2个肠壁中间的夹层，牛肠的这个油脂是外露在一侧的。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你要吃猪大肠，你有很多油脂是被有韧性的肠壁挤出来之后才在你的嘴里头有香味儿，但这个牛肠是你牙齿直接就触碰到油脂，直接嚼碎它，所以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他们那个火锅，这个牛肠锅其实没有放特别复杂的调味料，基本就是蔬菜和牛肠煮在一起的这个比较原汁原味儿，没有调味料去争夺牛肠的香气。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我会因为吃了一口之后一口一口停不下来。那个锅是离你近离我远的，我就不断的越过你去挑那个锅里面的牛肠，最后它已经基本上见底了，我还在那说还有吗？再给我弄一点儿。这个牛肠锅对我来讲甚至回味无穷，就回到家之后我还在微信上面跟六位姑娘说如果我要给你强烈推荐牛肠火锅，你愿意尝试吗？她说我愿意，就感觉像很有仪式感。而且我们那天在店里面吃了很多菜，回来会翻来覆去想给大家推荐的其实就是这个牛肠锅。当时惠子还问我，她说这家店你会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推荐吗？我说如果不是这个牛肠锅我真的不太想说，但是为了这个牛肠锅我真的很想给大家推荐。对，我们还点了不少的这种烤物，我觉得也就中规中矩。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他的推荐第2名的南蛮鸡块，我觉得那个倒也是好吃的，但是因为我们吃过很多次，它不是一个新鲜的食物，它只是说比其他店做的要好吃一点，我就觉得好像并没有特别值得拿出来说。但这个牛肠锅因为是第一次吃到，真的特别值得推荐。对，而且加上它是一个居酒屋的形式，所以我觉得如果朋友们想要约一个聚会去那边吃饭，我觉得完全就可以点一个牛肠锅，然后点大份一点的，多点几份牛肠进去，然后弄点小酒一酌，哎呦，这感觉太到位了。内脏配酒确实是绝配。哎呦，真的是。但其实除了牛肠锅，我觉得还有一样东西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大家去吃也可以搭配着牛肠锅来吃，它算是一个饭后甜点，它的名字叫无花果火腿芝士蛋糕。惠子说要点，说是推荐菜，非常有名。我以为就是那种蛋糕，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切片三角的蛋糕。点了之后呢，服务员跟我们说，哎，不好意思，这个东西我们的制作时间比较长，可能需要您耐心等一下。
我当时都懵了，我说一个甜品，一个蛋糕，不是应该从冰箱里直接拿对出来吗？你不是直接切好拿出来，制作时间比较长，你们这蛋糕还要现做。我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结果等到这个东西做好了，端上来，我才恍然大悟，这东西原来制作这么复杂。它虽然名字叫蛋糕，但它其实跟我们理解的蛋糕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它上来之后已经是给你切成一半一半的状态了。我分析啊，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它应该是用那种一片一片的西班牙火腿，把无花果和奶油和芝士这些东西包在里头，像包包子一样，但是包得很瓷实，然后再给你切开，切成一半一半的给你吃。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呢，你每一口都既能够吃到无花果，又能够吃到奶油和芝士，同时还能够吃到包在最外面的这种火腿，味觉上面就非常的丰富。因为你想，你既能够吃到这个无花果鲜无花果的这种水果香，同时你又能够吃到奶油的这种甜和腻，然后你又能够吃到芝士的这种乳制品的味道，最后你尝到的是这个火腿的咸香味儿，所以这个整体感觉是非常奇妙的。我觉得这3种东西啊，单自己拎出来吃都是普普通通，甚至有些缺点的。比如说像无花果，我就不会单独把它当水果吃，很多人也形容它是糖包，就是因为它软软的，咬进去甜度又很高，所以它是有水果的高甜感的。那奶油的话，你单独吃就是很腻，就像你说的。最后西班牙火腿的话，它也是比较咸的，但是把它们结合到一起的时候，那个味觉就很丰富了，而且它们互相制衡。对我来说最特别的就是外面的那层火腿，会有一种点睛之笔的感觉。另外我想提一下的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点这个菜，其实一开始我是被它的这个造型所吸引的，我感觉它这一盘菜放到我面前就印证了那个成语秀色可餐，特别好看。它的那个颜色是现在大家很流行的那种颜色，叫美拉德色。因为无花果它切开之后里面的那个红色是那种酱红酱果红，深一点的红色，外面的那个西班牙火腿的颜色也是有一点粉嫩红红的，很好看，中间隔着白颜色的奶油和一点点青绿色的无花果的外皮，整体的这个颜色就让你觉得很有食欲。对，确实它上来之后你会被它的那个配色一下子吸引，对，你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对，你会不自觉的很想要吃这个东西。我发现当时可能大家吃的都有点饱了，但是我这个人似乎是有一个专门的甜品味的，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吃了一半有。它的分量其实挺大的，我觉得适合4个都喜欢吃甜品的人分享是绝对没问题的。而且它整体的口感是比较柔软的，所以对于我这种咀嚼力差的人就能够吃下去很多，因为你一抿它就碎了。我感觉它叫蛋糕真的有点太不名副其实了，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完之后，大家去也千万不要带着说要点一个蛋糕的这种误解。而且得提醒一下大家，这家店是非常非常火爆的，你一定要提前预定，只有在中午的时候你是可以走进去吃的，晚上的话基本上你得提前2-3天预定。然后中午的话它还会有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海鲜饭，我一开始的时候是被这个海鲜饭吸引去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在中午的时候去吃，你可能更能体会到这种乡土料理的风情。你这么说的话让我想起来，我觉得大家在现在天热的时候就不要去吃了，因为这家店呢，首先桌桌都点牛肠火锅，桌桌都有燃气在那点火，非常的热，而且他们家呢还有户外的位置，服务员要不断的打开那个去到户外阳台的门上菜，空调流失的非常严重，再加上它是在一个写字楼里的餐厅，所以那个写字楼里的空调设施可能也没有办法像商场里的餐厅给你达到那么好的制冷效果。夏天去吃这么热的东西还是有一些煎熬的，反正我们吃完之后都是一身臭汗。但我跟你说，我就要跟你唱反调了，我觉得他们就得现在去吃，因为这家店就在这么热的天，它的所有外摆啊，就我们坐在门口，门一打开那个热气我们都受不了，但是那个外摆就是在30几度的温度下的外摆全都坐满人哦，对吧？你想夏天吃火锅都这么多人，你但凡天气凉快点，那你至少得提前2周预定，可能才能预定到。所以我推荐大家就是尽快去吃啊，挑那种红色高温预警的天去吃然后做外摆天哪而且我觉得这家店可能外摆我们没出去，可能外摆能看到很好看的景色，因为当时我打电话过去预定的时候，服务员说你运气很好，有一个人说如果天气不下雨的话他一定会做外摆，这才有可能给你让出一个位置，所以说明大家很喜欢做外摆。我不知道外面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是不是可以抽烟呢？我觉得有可能能看到这个古北的风情。
另外又是我来给大家推荐新的餐厅，因为我确实比较喜欢吃。这家餐厅呢是一家意大利菜，叫 Solo Garden。Solo 就是那个一个人那个 Solo，Garden 就是那个花园的 Garden。这是一位上海朋友推荐给我的。这家餐厅没去之前，我看了一下它的人均只有150多，我想150多的意大利餐厅应该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吧。但是去吃了之后，我愿意称它为性价比之王。我觉得我在上海没有见过性价比这么高的意大利餐厅，因为它从地段、环境到服务到菜品的摆盘啊什么的，在我这儿都是高分的，就跟六边形战士一样。但是它整体的味道呢，就是没有让我很惊艳。不过在它前面那些其他的因素都非常好的情况下，我觉得菜品没有那么惊艳，已经被我忽略掉了。我就觉得这家餐厅真的非常好，我必须给大家推荐。你前面说的地段、环境、服务，这些都是高分，我承认。你说菜品没有让你很惊艳，我其实反倒觉得意大利菜你让我吃，我也吃不太懂。在我这儿只要好吃就行，反正我吃完他家，我是觉得很好吃，并且点了4个菜，咱们还是5个菜，我有2个是非常难忘的。就凭这家店在我这儿就是会再去吃的。我觉得我们2个人这样综合下来，更能印证这家店是一家非常棒的餐厅。首先这家店的环境真的有点把我惊住了，因为一开始惠子跟我说去这家店，然后让我在地图上面找导航，我们2个人走过去，沿途都是那个上海那种老弄堂。然后我想说这个店不会是那种很小的一个门脸，然后在一个小院子里边然后做西餐的，因为在那个长乐路上有很多这种店。结果走着走着我就发现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像园区一样的地方，全都属于这家店。它有一个 L 型的自己的用餐区域，这个 L 型一条边是室内用餐，一条边是室外用餐，然后在这个 L 型中间的这一块，整个这个方形区域全都是属于它的一片绿草地。所以我们当天去的时候还没赶上饭点，现场有很多很多那种来蹭场地不用餐在这儿拍照的网红，你就可想而知这个地方有多出片。它是那种新装修新翻新的洋楼围起来的这么一个区域，然后中间有这么一个餐厅。当时天气比较热，所以我们坐的是那个室内的，但是室内的那一条边是由一片巨大的这种落地玻璃窗组成的，它好像似乎都是那种全无框玻璃，而且这个框明显在天气好的时候它是会把门打开的。哦，对的。所以你坐在它这个屋里面，你往外望，你前面就是一片草坪。在上海长乐路这种地段，这已经是非常好的视角了。对，就一般你坐进去你只能看到楼，但在这儿你能看到一片草坪，然后草坪对面是一栋小洋房，非常的好看，视觉上真的是享受。我在吃饭的时候我还跟惠子说，我说我观察到他们所有在室外的桌子，每个桌子在桌子边上都有蚊香，桌子上面都有驱蚊水，桌子上面还有小台灯，所以相当于你在这儿，你就算是晚上来，你也不会担心说没亮有蚊子，他们全都给你想周到了。而且再加上他们这个服务其实也非常到位。我们当时那天点餐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咱们点了一份叫做意大利生虾薄片，结果上菜的时候上了一份生鱼片，然后我们说我们没点这个，我们点的是虾片。过了一会儿那个点餐的人来说，不好意思给您点错了，这份生鱼片送给您，我们再额外给您点上生虾片。当时我都惊了，我本来以为说点错了你就把这个错拿走嘛，但是他们会觉得说不好意思给你造成麻烦了，是我点错的。所以我觉得这些服务都很到位。然后再就说上这个菜品，我觉得我们点的这个生虾薄片是我觉得印象中非常深刻的一个菜品。对，这个菜品确实是很好吃。它用的是咱们经常在日本料理店里会吃到的那个甜虾，包好了之后片成了片儿。整个菜量是很小的，因为它把那个虾头炸好了放在中间，只有3个虾头。对，也就是说我们2个人吃了一个菜，这个菜只有3只虾。而且是最多只有3只虾，有可能只是给你摆了3个虾头。但是这个菜品的摆盘真的非常好看。他用这个虾片围了一个圈，然后在这个圈上面撒上了很多五彩斑斓的小的蔬菜。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意大利菜的一种风格，量不多但很精致，然后并且给你做的很好看。它有点像希望你在吃饭的时候既有视觉体验，同时又有味觉体验。我感觉去吃这家餐厅真的让我感觉到了网上的人说的吃漂亮饭，就真的是漂亮饭。但幸好的是它没有光漂亮，它同时还挺好吃的。对，那个虾它是有点滑滑的，然后有点甜的。那些蔬菜说实话蔬菜的气味很浓郁，一起吃的时候有一种吃野味的感觉，就好像带你进入自然了。你又看着那瓶草坪，你就觉得有一种吃自然的感觉。
我觉得他们家在做这种菜上面有一个挺厉害的点，就是它不光有这些生虾片和蔬菜，它同时会给你辅助一些像是油啊，或者说是鸡蛋液这种的一些液体给你绕一下酱料。对，这样的话你在吃的时候，你这个口感就是有点干湿都有，所以你不会觉得太单调。另外一个让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菜也是这种模式，那个菜叫做 Solo 风格牛肉塔塔，其实就是一个他们自己家可能主厨自创的一种风格的牛肉塔塔。其实咱们去这种西餐厅吃了很多这种牛肉塔塔或者金枪鱼塔塔，一般这种塔塔很多情况下就是主料就是牛肉，然后辅以非常非常小的点缀的其他东西。但他们家这个风格很妙的就是牛肉，我觉得在里边应该算是一个大主角，但是对，可能一半是牛肉，另一半他们辅助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来增加口感。他们增加了鲜鱿鱼、牛油果，他们还增加了生鸡蛋液，然后它的口感就非常的不一样。我自己感觉有可能就是这种海陆结合，你懂吗？鱿鱼和牛肉就让这个东西的味觉感觉不一样了。然后这个东西再加上它是要那种抹在一个烤过的比较脆的那个面包上面吃的，海鲜、牛肉再配合上谷物的这个麦香，我天哪，我觉得这个感觉一下子特别到位。我从来没有吃牛肉塔塔吃这么开心过，我记得最后就那点儿我全都给划了到我那个面包上了。关于 Solo Garden 的菜品，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是它的餐前面包。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它跟一般性的餐前面包都不一样，它有点像是那种脆片饼干，然后在这个饼干上面是刷了一层糖浆，由于有糖浆粘上了一些什么瓜子儿啊、芝麻呀、腰果片儿这种东西，咬下去的时候它一下子就碎了，甜甜的这种焦糖酱的味道加上坚果的香气，我真的吃到停不下来。最后我都想说能不能给我打包带走一些，因为这个餐前面包是送的嘛，我想说能不能我再带走点儿，真的特别好吃。然后他们家其实菜品也很多，这次因为我们只是2个人去吃嘛，吃到的东西还挺少的。他们家还有一些招牌的，比如说他们的生蚝啊、披萨呀，我也都特别想吃，所以我已经约好了我们一起去吃那个 Soya 的那2个人。我说下次我们4个人一定要去吃这个 Solo Garden， 因为这家店我们当时2个人才吃了300多块钱，我觉得性价比真的太高了。我希望在上海的听众或者是将要来上海玩的人尽快去吃，因为我很怕它涨价。另外我还发现了它有一家姐妹店就叫 Solo， 它的称号是上海最便宜的黑珍珠。看来他们家就是主打性价比呗。对，最后一部分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买到的好物吧。哎呀，那我可得马上推荐我这个手工壁画。之前我们不是分享了我们去大昭寺，然后体会了那边的一点点这种壁画的文化，然后我们又看了唐朝诡实录，它里面有一个案子也是跟壁画相关的。然后有一天我就很偶然的刷到了一个可以自己买回来自己做的这种手工的壁画，于是我就下单了。我想的是，虽然我在画画这方面没有什么天赋，但是因为前面接受了太多这种文化的洗礼之后，我想我也想尝试一下，而且100多块钱也不贵，它对零基础的人是非常友好的。拆开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它会给你一个白颜色的泥板，然后它会有一个线稿，然后它还会有一个成稿是什么样子的给你看，另外有一个工具盒，里面有很多颜料，有笔呀，然后有小刀呀等等的，所以自己不需要准备任何东西，不需要准备任何东西，只要买这个套装就能干。对，操作也很简单，主要就分2步。第一步叫做拓印勾线，第2步叫做上色。因为你拿到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块白板，那个时候我是有点慌的，我想说不会是要我自己先在上面画吧。后来一翻发现有一张复印纸就是你先把复印纸放上去，然后把线稿放上去，接着你就拿一个签字笔稍微用力一点去勾这个线稿。一揭开的时候，虽然你知道这是你用复写纸印的，但是你还是很震撼，你就会觉得哇，我怎么能创作出这么精美的一幅画呢？是不是创作这个词用错了呢？我不知道，反正我内心是很骄傲的。你可以用描绘啊，描绘既显得你很厉害啊，又同时符合现实情况。而且我觉得它特别贴心，就是你复写拓印之后，它还需要你用另外一根笔蘸墨汁去把这个线勾勒一遍哦，更像是你自己画的嘛。这个是不是很难呢？很难，因为他给了你一根很细很细的毛笔，就一小撮。我抖的那个手啊，我发现我根本就不行。后来看了他的那个教程之后说，如果你这个勾线笔不行，你可以拿另外一种笔叫秀丽笔，它还有一根笔拿出来特别像是那种签名笔，就更好握，你在上面勾线啊，行云流水。
哦，看来这个东西确实是考虑到了大家这个动手能力的差异化，所以也有很多 Plan A 和 Plan B 给你。对，大家你知道我们都是成年人嘛，当时我看那个教程的时候，它是个视频，开头就是小朋友们好。当时我想说妥了，小朋友都能弄，那我肯定可以。然后这个整个拓印时间是也花了1个小时，因为说实话它这个图案其实挺复杂的，对，如果简单的话它就不会有那么好看了，所以它挺消耗人的耐心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磨练吧，毕竟我是一个没耐心的人，一弄我觉得哇我还是不错的，还是可以坚持下来的。这次我是一点都没插手这件事儿，作为一个旁观者，看着他买的这个东西从一块白板到勾线完成，再到现在摆在我们旁边上色，可能有80%了。我觉得能感觉到这个东西给人带来这种成就感真的是太大了，就是它一点点变化，越来越接近给你的那个模板的那张照片，并且越来越接近真的像是壁画上的那种感觉。因为它不光让你画，它还教你怎么做旧，它还教你怎么样让它变得很像是在墙上画出那种质感。这种体验确实，咱不能说完整的一模一样，跟当年做壁画那个感觉一样，但是确实让你走了一遍这个流程，有点那种身临其境，体验了一下这个文化的感觉。再配合上我们最近这个家里头经常放这种什么唐朝诡事录，你真的感觉好像我确实穿越了一样。但我感觉我们是那种文物造假，因为我们是做旧，人家可是历史的风沙洗涤的，我们是通过砂纸抛锚的。它的那个上色过程也超级治愈，就有一段时间不是特别流行那种秘密花园填色本嘛，那个它是用签字笔在上面画画，但它这个它是用毛笔。我感觉毛笔真的太有趣了，就是它是我们传统的一种笔嘛，你蘸了颜料之后在这个泥板上画，首先它的那个回应是没有的，就是你感觉你在空画，不像就是你拿一个签字笔在纸上写字，你是感觉到这个纸上有阻力的。但毛笔是它很软，所以你在这个泥板上画画有一种很害怕它涂出去，但是你又很难控制那种感觉。而且这个毛笔蘸了这个颜料在泥板上面画画，你会发现它自动出现一些层次感。不像蜡笔或者铅笔你就是一种透明度，但毛笔它自然就会出现那种斑驳的感觉，晕染开了。对，哇天哪，我就觉得这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叫水彩画，反正就是非常美，你会觉得啊原来我也可以这样啊，确实就像你说的特别有成就感。这种成就感真的是比录一期节目或者说做一个咨询都没有办法比的，因为这是我不擅长的东西，我也犹豫了很久，我怕买回来之后不拆，或者是没有办法把它做成，或者做得很难看，但是现在看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就算它现在已经是成品了，我已经很满意了。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是非常能够增加你日常生活当中不一样的幸福感的一种小体验。因为说心里话，咱们现在每天的事儿都在数字端可以解决，这种实打实的动手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现在我觉得每天可能人动手最多的就是拆快递动手，其他都没什么动手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有这么个东西，给每天工作很辛苦的朋友下班之后增添这么一个乐趣。虽然可能有的人说我都工作一天这么累了，你还让我在这画这个画那个，但你别看，我跟你讲，画这个东西其实挺解压的，因为在那一个时刻你会钻进去，你会产生那种心流的感觉，然后你又会有一个成果，然后你这个成就感就会反哺你自己，你就会觉得这一段时间你不光投入进去产生心流放松了，同时等你出来之后你又看到成果很满意，无形当中就是帮你放松和休息了。我本来很希望是这个节目发出来之后再发给六位姑娘看，让她看到我的成果，但是实在是忍不住，勾完线稿我就立刻发给她了。她说哇这是你画的吗？我说你可太抬举我了，我是拓印的。她说哇你是拓印的也很厉害了。然后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买的非常满意的东西，是一个保温杯。这个东西我也觉得很好。其实我们家里之前是有一个保温杯的，那个保温杯容量比较小，一直是你在用。我在咱们之前的节目不是吐槽说夏天我要是出去买冰咖啡，然后那个冷饮杯天气热的时候会在外边结露滴水，我会觉得很苦恼嘛。虽然我当时想到了可以用热杯装这么个小妙招，但是我自己心里还是感觉，如果我要是能自带杯去打咖啡，那可能会更环保一些。并且我也看到有咱们这个听众朋友跟我说用保温杯去打这种冰咖啡，它不光可以保热，它还可以保冷嘛。它保冷的话，你这一天喝这个冰咖啡它一直都是冰的，这确实是个好招。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要去卢湾体育场跑步，其实去跑步我也需要喝运动饮料，我有的时候也有苦恼，就是我这个运动饮料如果要是提前买好了带去，
我跑完之后八成也就回归室温了。如果我要是跑完之后立刻买，它又太冰，我又没办法立刻喝下去。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如果我要是有一个保温杯，我就可以提前把这个冰饮，不管是冰咖啡、冰运动饮料还是冰水，我提前先倒进去，然后我再带着它去跑步，跑完之后，对，我就可以喝到一个温度差不多的，或者说至少我是调节好的，我可以立刻喝的这么一个既冰又能够喝的这样的一个饮品嘛，我觉得挺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网上选，想给自己选一个新的保温杯。诶，这个时候突然间搜着搜着，我就看到了一个东西吸引了我，它是虎牌的一个保温杯。虎牌应该也很多朋友知道，是一个挺有名的做保温杯的一个牌子。它这个保温杯的卖点说是可以装碳酸饮料的保温杯。哦，我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了解啊？我之前是一直知道保温杯是不能够装碳酸饮料的。我之前不知道这个事儿。我之前知道它不能装碳酸饮料，我一直以为是因为保温杯内部的那个涂层啊，跟碳酸饮料如果要是接触，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反应，久而久之你这个涂层就会性能衰减，或者说会放毒，就化学反应会有毒素啥的。对，所以我一直也没有敢在保温杯里头装碳酸饮料。但是这一次刷到这个产品之后，我就看了一些介绍，了解了一下，发现原来普通的保温杯不能装碳酸饮料的原因，是因为普通保温杯的内壁其实是比较粗糙的。大家如果手边有保温杯，你可以打开看一下你的内壁，内壁其实有点像是磨砂质感，对，比较毛躁。它这个磨砂质感比较毛躁呢，如果装了碳酸饮料，其实不会产生什么危险，也不会产生什么毒素，是会导致碳酸饮料的气儿过快的跑光。因为气儿呢在里边都是小气泡、二氧化碳，毛躁的外壁它就会产生更多的这种尖刺，它就会把细小的二氧化碳的气泡扎破。哦，所以你如果要是在保温杯里头装碳酸饮料，很快气儿就没有了。那这个打开也挺危险的，可能会碰一下，因为它这个气就会在上层集结吧。对，你的那个保温杯是那种单手开启的，一摁它就会砰一声。哎呦，装热水有的时候一摁都会砰一声嘛。那这个虎牌的保温杯它就特殊设计了它的内壁，它的内壁采用了更加光滑的不锈钢材料。我当时打开看了一下，里边都反光，像镜面一样，像镜面一样。对，我也看到了，确实比一般的保温杯要亮很多。对，所以你把碳酸饮料放进去，它的内壁更光滑，碳酸气泡碰到内壁就会被反弹回来，它不会被刺破。天哪！所以这个保温杯它装碳酸饮料就可以让这个碳酸气的这个质感保留得更久。不知道为什么你在说一个保温杯，但是我有一种在上科学课的感觉。而且这个虎牌的保温杯它还特意为了要能装碳酸饮料，它的那个瓶盖是设计了一个泄压阀的，也就是说你在拧开的时候，它会从那个瓶盖侧边先把气儿放出去，这样的话你即便是这个碳酸饮料晃过，你打开它也不会冒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挺厉害的，因为你也知道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喝碳酸饮料的人，我喜欢喝碳酸饮料，我又喜欢喝气泡水，我喜欢喝这种带气儿的一切东西，所以我就被这个东西种草了，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个杯子回来。哇，我用了之后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提升我的幸福体验，天天拿着背不离手。对，天天拿着。虽然我没有说装进去测试过多久这个气儿不会跑完，但我觉得至少我的体验是，我装进去的碳酸饮料我慢慢悠悠喝，喝到最后一口气儿依然跟刚打开的时候没什么差别。然后你再说这个保温杯它的这个保温和保冷效果，目前是夏天，我只测试了它的保冷效果，它自己官方说可以24小时保住，我自己是体验了，买一杯冰咖啡倒进去什么样，喝完那个冰就还在里头，基本没有变化。天哪！所以我觉得真的挺厉害的。我告诉大家肥姐有多喜欢这个保温杯啊，就是肥姐我跟她刚认识的时候，我就知道她对自己的东西是很宝贝的，所以我一般都不怎么碰她的东西。但是随着我们关系的推进，生活越来越久之后，她也对我越来越放心，所以我对她的东西现在也都是顺手拿来就用了。但是这个保温杯我潜意识的感觉到我是不能碰的。他就给我这种有这么喜爱的感觉。而且这个保温杯在容量方面也特别友好，它的选择也特别多。它最小的容量是我现在买的500毫升的容量，往大了你还可以选择800甚至1200毫升和1500毫升的容量。所以你能感觉出来，它这个产品制作其实就不是给那种小口喝水的人准备的，它就是给大家准备的这种牛饮的量。而且这个杯子还盖子盖上之后自带一个提手，所以我觉得日常带出去也是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杯子质感上面也非常的有分量，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耐用的东西，至少能用个几年。其实我挺佩服你的，就是听完你介绍这个保温杯买它的这个心路历程，我就会觉得你对自己的生活真的非常的用心，你会感受到自己的需求，然后去店里面淘，就有没有这种东西，
然后发现有买回来，这个就特别增加幸福感。然后我呢是那种看到什么新鲜的东西，就算它很奇怪，我都觉得我想尝试一下。所以我感觉我们两个，你是生活家，我是玩家。对，我感觉就是从我们两个买的这2个东西里面就看出我们性格。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你看，我们聊了这么多东西，就像我们开头的时候跟大家说的，有很多体验，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些抗拒，或者说没想去体验，也没觉得能咋地。但是呢，你真正搞了一把之后，你发现远远超出你的想象。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想说，通过分享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些经历，来传递给大家，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事情并不一定是我们对于这个体验的结果非常的确定了，我们才要参与进去。有的时候未知不确定，我们也是可以勇敢去尝试的。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把这份勇敢去体验，不怕无聊，不怕失望的这种精神带给大家。希望祝愿大家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也都能够收获像我们一样的意料之外的惊喜。让我们一起来哇塞一下。好吧，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